天地之间有元气，为少数人能以意念感知天地元气，是为修行者。修行等级分为初境、感知、不惑、洞玄、知命境界，其中最为高深者，乃夫子之五举。天下修行者皆出于几大宗派，好天道，在西陵建立神国，号令天下。魔宗信奉冥王，为世间所不容。天琴宗悟天地元气，经历上一次永夜的夫子，于大唐建立书院，有教无类。四大宗派知命之上的大修行者，隐于世人难晓的不可知之地。他们分别是一观、一寺、一门、2层楼。15年前，西陵光明大神官断言，冥王之死降临于大唐都城林家，导致林家掀起腥风血雨，无一人生还。15年后，守护大唐多年的朱雀突然惊醒，是以冥王之死未死，重新降临世间。于是各大宗派派出天下行走，寻找冥王的踪迹。天启15年，由于单于暴毙，作为妻子的公主李渔需一同陪葬，故而连夜逃往长安。路上遇到追击，在危急关头，幸得念师吕清晨及时赶到，化解了危机。由于逃亡途中迷路，他们赶到最近的魏城，找到了当地的守备官马世香，命他从军中找出一位向导，一同前往长安。马世香便推荐了宁缺。当校尉领着公主走到营房，在门口听到门内传来喝骂声，公主已心生不喜。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有人敢在军营里饮酒。走进去，第一眼便看见方桌对面的那个少年，一头黑色的头发有些油腻，偏偏那张脸却洗得极为干净，连脸颊的几颗雀斑也格外清楚。看到宁缺轻浮的模样，公主微微皱眉，这并不是她想要的向导。其实宁缺并不想当这个向导，因为他观察过对方的马车，上面有各种刀痕剑印，知道前方定有诸多危险。直到听到马世香说随行队伍里有一位女性修行者时，他豁然起身，眼眸陡然变得极为明亮，极为郑重地答应了此事。这一切只为了圆他那个修行者的梦。这时公主进来要求更换向导，但在听到马世香介绍宁缺因军功累加获得了军部的推荐信，便要去书院报道时，态度发生了转变。就这样，宁缺背着3把刀、1把弓，以及他从尸堆里捡来的小侍女桑桑，踏上了去长安的路。第二天，在观察完地形后，凭借敏锐的直觉，宁缺要求公主更换路线，但公主并没有听从他的建议。心灰意冷的宁缺决定带着桑桑独自前往长安。忽然一阵呼啸低鸣袭来，宁缺大声吼道：“敌袭！”箭雨闪电般自林间袭来。在宁缺喊出敌袭的一瞬，训练有素的公主护卫迅速做出了反应，羽箭狠狠地扎进简易的木盾，被射中的侍卫痛苦地倒地哀嚎。本想离开的宁缺也只能被迫参战。出壁虎的砍柴人宁缺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老练，身手矫捷，应对这些废柴自是得心应手。这时，一名身材魁梧的大汉出现在密林深处，随着一声雷般暴喝，竟然举起一根圆形巨木，在战场挥舞，逐入无人之境。显然这是一名修行者。突然一声轻鸣，雪亮的短剑自行脱壳而出，化作一道淡青色的剑光卷风而去，差点将那大汉的身躯贯穿。暴怒的大汉举起一根巨木向着马车砸去，吕清晨见状飞出，马车被巨大的冲击力瞬间解体。大汉见状向着吕清晨发起冲锋，吕清晨用念力卷起地上的落叶，凝结成球，裹着落叶激射而去，瞬间将大汉击毙，暂无生机。洞玄境的念师实力竟如此可怕。这时一道鬼魅的身影如风而至，所过之处皆人仰马翻，扬起一片片血雾。为了刺杀唐国公主，对方竟然派出了一位大剑师。吕清晨不断地暗中观察着大剑师的行动轨迹，终于在他停顿的那一刹那抓到了破绽，以念力利剑，飞剑破空射出，斩落了大剑师手中的剑。就在这时，异变陡生，随着一声暴喝，漫天落叶在大树旁快速舞动，被血打湿的青山忽然急剧膨胀，
数道血流从他的五官喷射而出，有股恐怖的无形力量向他的身体内灌注进去，将他的所有力量混着鲜血逼了出来。看到这一幕，吕清晨勃然变色，呵斥道：“竟然是魔宗手段！这种功法强行将天地元气纳入体内，短时间内能大幅提升战斗力，但最终的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爆体而亡。”宁缺也很紧张，但更多的是兴奋。这是他人生第一次亲眼目睹真实的强者战，力士气拔山兮，念力纵横，隔空伤人。这种极不可思议的事情接连上演，让他的心神摇荡，无法平静。没有人预料到，一位大剑师居然使出了魔宗手段，局势越来越不利。场中的护卫在苦苦支撑，似乎只能眼睁睁看着这名大剑师击杀成功，最后全队尽丧。而此时，在远处不受影响的宁缺举起手中那把夜幕弓，瞄准了对方，弓弦被瞬间拉开，如同一道满月，发出一阵嗡鸣。3根羽箭如电般同时射出，穿透了剑师的胸膛。剑师体内的魔气紊乱，再也控制不住，在一阵阵怒嚎声中爆体而亡。桑桑赶紧撑起大黑伞护住几人，看似平淡无奇的黑伞却如天幕般遮住巨大的爆炸冲击。料想定不是凡物，待众人回过神来，发现现场一片狼藉，仅剩他们5人存活。当晚的篝火旁，李渔对宁缺敞开心扉。当年传令官向唐王进言，预言李渔将称霸天下，唐王无奈，只得将他嫁去京兆王庭。公主为了感谢宁缺的救命之恩，承诺去长安后会给他一个好前程。可宁缺去长安，只为了进书院跟着夫子学习，于是婉言谢绝了公主。说着说着，2人就这样相互依偎着睡着了。第2日天刚亮，北山到南方隐隐传来急促的马蹄声，羽林军终于赶到了。都尉华山月正准备说些什么，却看见公主殿下正靠着一名少年的肩膀而睡，而且显得格外自然。从小爱慕公主的他看到这一幕，眼眸里流露出一丝愤怒，眉头微微皱起。与此同时，夏侯被蒙面抓进大牢，随后唐王来到牢房，把夏侯暴打了一顿，质问他为什么派杀手暗杀公主，而夏侯辩解一切都是为了唐王的利益着想。唐王气得大发雷霆，夏侯的命是陛下给的，夏侯的全家都是陛下的，只要有人胆敢对陛下不利的话，夏侯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把他给铲除掉。混账话！夏侯不由得想起当年西陵大神官魏光明擅闯他的军营，当面揭穿夏侯和夏天正是20年前魔宗幸存的少男少女。魏光明提出，只要夏侯除掉冥王之死，就对他们姐姐的身份保密。另一方面，做梦都想成为修行者的宁缺找到吕清晨，帮忙检测修行资质，却被告知身上没有丝毫气息波动，雪山气海之中空空如也，永远无法成为修行者。听到这句话，宁缺沉默了很长时间。进城后的主仆2人来到朱雀大街，突然那方朱雀雕像竟似活了过来，2个眸子不怒自威地盯着他们。天空中忽然阴雨密布，下起了大雨。黑伞下的主仆2人同时感受到扑面而来那股肃杀之气，瞬间变得冰冷无比，僵硬的无法迈出脚步。他们就这样撑着大黑伞，艰难地站在道旁，不知道过了多久，直到最后风消雨停，阳光重新笼罩，他们才回过神来，好似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来到都城的2人为了维持生计，散临47巷，租了一间最便宜的店铺，开了一家名为老笔斋的字画店。开张第1天，来了一位身着青衫的中年男子，他对宁缺的字大加赞赏。好字，文墨飘香，大家之作。夸奖夸奖。很抱歉，我不是来买字的，小老板。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整条街的铺子都关着门。你是谁呀？因为所有的铺面都是我的。这孩子不俗，有点意思。第
第二日，宁缺带桑桑在街上闲逛，遇到一猥琐老头在用糖葫芦换字。桑桑想吃糖葫芦，于是宁缺迅速地在沙盘上写下一个人字，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便拿走了糖葫芦，带着桑桑扬长而去。老者惊讶地发现，宁缺就是他苦苦寻觅的传人，但他们已经不见了踪影。宁缺回到住处，发现门上有血渍，又看到一群士兵抬着一具尸体路过，他认出了这是他7年前认识的兄弟卓尔，一直在帮他追查夏侯的行踪。宁缺强压心底的悲痛，不动声色地带着桑桑回家。当天夜里，宁缺找到了卓尔留下的纸条，上面证实张仪奇就是陷害将军府的御史官。宁缺发誓一定杀了他们，为卓尔报仇。第二天夜里，宁缺埋伏在洪秀章，趁机进入张仪奇的房间。此时的张仪奇正闭上眼睛等着享受，然而等来的却是一位陌生的少年。宁缺用毛巾捂住了他的嘴唇，张仪奇吓得连连求饶。然而当宁缺逼入幕后主使时，他却装死趁机溜走。宁缺紧追不舍，不料张仪奇被门拦绊倒，当场倒地身亡。宁缺慌忙逃离现场，然而这一切都被曹小叔看在眼里。亲王李佩炎得知这个消息，气得大发雷霆，怀疑是曹小叔所为，于是找来曹小叔核实，直言鱼龙帮根本没有把军部放在眼里。可曹小叔根本不鸟他，头也不回地走了。李佩炎大骂曹小叔不识抬举，这是修行者王景略走来，自信满满地说道：“曹小叔必死，就在今晚。”入夜时分，宁缺正和桑桑坐在铺前吃面，一位撑着油纸伞的中年男子出现在了老笔斋门外，正是免了宁缺租金的那位东家。入夜时分，一位撑着油纸伞的中年男子出现在了老笔斋门外，正是免了宁缺租金的那位东家。来我这儿干嘛？我有个兄弟，他很信任我，可惜他被人杀了。他的脸很黑，心很善，命很苦。今晚我身边必须要有一个人。什么样的人？够快，够狠，够勇，不能让任何东西落在我身上。你确认杀死那位黑脸兄弟的人会出现吗？我确定。好，我会拼命。成交。我叫宁缺。我叫曹小树，江湖上叫我春风亭老曹，你可以叫我曹二哥。夜黑风高杀人夜，曹小树目不转睛，负手走着，脸上挂着淡淡笑意。春风亭四周一片死寂，埋伏在此的人全都没有想到，只有春风亭老曹一人，带着一个沉默的少年，以风雨为伴闯了进来。长时间的沉默，确定只有他们二人。隐藏在夜色风雨中的敌人不再隐藏自己的行踪，伴随着连续不断的脚步声，数百名脸色肃然的江湖汉子从亭后从巷中走了出来。曹小树，你应该知道什么叫犯众怒。这种话听得耳朵都抢不起来。今晚没有人来救你了，你注定一死。随着这声厉喝，数百名帮派众举起手中钢刀，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温和微笑的曹小树骤然变得杀意凛然，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腰间的佩剑如蛟龙出鞘，外向缓慢，神色迅捷。他潇洒直剑而行，裹着雨珠凉风，每一次出剑便有一道人影飞起。一路前行的曹小树挥剑动作轻松随意。宁缺看着曹小树的背影，看着这个在夜雨中嚣张前行的中年男子，看着在他剑下不断哀嚎飞起的汉子，自言自语道：春风亭老曹真的很强。曹小树看着远处的两排飞虎手，并无畏惧。宁缺，该你了。宁缺深吸了一口气，右手虎口微微一紧，握紧背后斜斜向推了刀柄，拔出那把血亮无痕的朴刀，专杀马贼的树壁虎砍柴人，有着远超同龄人的沉着与冷静。监视湖庙的蒙老爷拔腿就跑。曹小树见状，手中的青锋剑嗡的一声响了起来，以极恐怖的速度高速震动，
化作一道流影，撕裂雨帘，飞向那两排飞斧手。飞剑穿云而过，贯胸而出，无情地收割着生命。猫叔脸色惨白，看着庭外的嘲小树。大剑师，可惜他知道的太迟了。剑意裹挟着水花激射而出，只死一招便瞬秒了所有人。很少有人看见曹小叔出手，准确地说，早年间那些见过出风亭老巢出手的人早就已死。长剑归鞘，场中之人已尽皆命丧。曹小树来到自家门前，推开院门，数十名唐军精锐端着弓弩相迎，表情坚毅冷漠。你来自南晋剑阁，你杀了我兄弟，今晚必须死。放箭！只见单薄的青钢剑在一瞬间化作了5片极薄的剑片。曹小树一剑化五，在身前1丈形成的护体钢器将他和宁缺护在中央。唐军见弓弩无法奏效，于是换成钢刀冲杀过来。曹小树剑气归一，将凝聚的剑气向地上释放开来，剑气喷涌而出，将唐军震飞数丈。擒贼先擒王，曹小树迎面入剑，与那名剑师进行意念搏杀。看似强大的不可一世，然而他的剑已不在手，已经失去了全部的防御能力。如果对方有人这时候悄无声息靠近他，发动偷袭，他将陷入极大的危险之中。曹小树并不知道宁缺是什么样的人，但就这样看似随意把自己的安危甚至生命托付给他。毫无疑问，这是一场赌博。这场赌博或者说信任，让宁缺觉得肩头有些沉重，而宁缺做到了自己的承诺，没有让一个人一支箭伤害到曹小树的身体。元神归位，大战落幕，羽林军用生命见证了刚才一战的惨烈，血水染红了雨夜，二人相视一笑，尽在不言中。大战后的二人走在回去的路上，曹小树突然觉得自己的身躯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按压住，无论怎样挣扎都无法起身。随着马车的临近，威压愈加强烈。宁缺看过吕清晨的出手，知道念师是怎样恐怖可怕的存在。可也清楚，再强大的念师相对脆弱的身体也是他们的致命弱点。想要让曹小树摆脱控制，那么他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打断对方的冥想。他猛地拉开一蜈蚣，机锁绷紧再放，羽箭闪电般射向雨中的马车。可一旦进到马车前，如同进入了相对静止的空间，诡异地浮在空中，停在对方眉心不到3寸的距离，再也无法前进丝毫。宁缺向着那辆马车狂奔，气功拔刀，而曹小树也在这时艰难地站起身，拼尽全力向着马车挥出一道剑气。人与剑气相至，车内之人只是微微抬眼，顿时一股无形气浪飞涌而出，打散了剑气，也掀飞了宁缺。羽帘掀开，那人露出真身，他就是大唐军方的天之骄子，号称知命以下无敌的王景略。曹小树，你了不起！修行者间的战斗，竟被你硬生生打出了壮阔铁血的味道。可惜你遇到的是我，宋一哲。不甘认输的曹小树倾尽毕生之力炸起雨雾，挥出数道剑气融入雨雾，向着王景略袭来。王景略却是原地不动，只是一道起手式，便将剑气阻挡在1丈之外，消散于无形。失去兴致的王景略面如天地，掀起漫天水雾，携带着长桌木椅碎片，铺天盖地向着毫无还手之力的二人袭去。就在二人命悬一线之际，身前突然出现了一张符，直接将王景略的滔天念力诋毁。这时，迎面走来一位佝偻的瘦弱老者，手中的符印若隐若现。雨中的王景略看上去异常狼狈，有些惘然的抬头望向夜空里落下的雨滴，身体开始控制不住的剧烈颤抖，横竖接二视为己。只听他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身躯如被刀割一般，衣衫被符意撕裂开来，极为狼狈地跪在原地。平日里的骄傲与自信早已变成了绝望和恐惧。你4岁入初经，6岁入感知，11岁便入捕获，
16岁进入洞玄境，然后你用几年的时间从洞玄下品攀升至洞玄上品。无论怎么看你都是修行者中的奇才，无非与知名一下无敌的黄景略。昊天道南门，神符师，以街巷为基，雨雪为末，这道九字符自然无人能敌。黄景略，你跟我来。随即解开了王景略身上的符印，让他随自己离去。春风亭大战落下了帷幕，常小树的底牌也即将掀开。从今以后，你就是我兄弟，一世人两兄弟。我还要你去个地方见个人。老常，能不去吗？不能。第二日，宁缺被带入宫中。与此同时，金銮殿上，一向温和的皇帝罕见动了真怒。一群废柴！下至文武百官，上至亲王，全部难逃干系。你们不是一直在查鱼龙帮的后台吗？朕现在告诉你，鱼龙帮真正的老大就是朕。与此同时，宁缺偷偷跑进了御书房，绕至书桌前，他看到纸上5个浓墨大字，忍不住皱了皱眉头，喃喃叹道：“句子都听了，怎么字儿写得这么差？何以解痒，唯有执笔。”于是挥笔写下了“花开彼岸天”。他满意地看着纸上渐干的墨迹，觉得是近年来写的最好的意思，准备收紧衣袖，悄悄带出宫去。然而就在此时，安静无声的御书房外，忽然响起一道愤怒的低吼声：“那个混账东西跑哪儿去了？”宁缺一惊，赶紧将纸藏好。走进御书房的是一名身材魁梧的中年将领，看着书桌前的少年，气得眼睛一翻，厉声喝道：“那是你能站的地儿吗？滚出来！”宁缺装作满脸惘然：“你这辈子都不要告诉任何人你来过这儿，不然老子灭了你！”最后，宁缺跟着这个一路埋怨唠叨的侍卫统领离开了御书房。此时的御书房内爆发了一场极为激烈的争吵，内侍们从未见过皇帝陛下如此震怒。常小树，如果你还这么不识抬举，休怪我要收拾你。草民已经决定了。你这个冥顽不化的家伙，我今天再叫你一声曹老二，留还是不留？房间里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响起曹小树平静温和却极为坚定的声音：“不留。”走。说完，行了个君臣不再相见的大礼。就在这时，御书房的门被吱呀一声推开，一袭青衫的曹小树平静跨过门槛走出。曹小树来到御花园湖畔，静静看着这片叫做里海的大湖，身上一壶青山在湖风中微微摆动，若有所思，负手于青山之后，静静看湖，看着湖中金鲤欢快游动。忽然间，唇角微微一翘，他平静含笑的目光落处，那些欢快游动的金鲤身形骤然一僵，竟变得完全静止在湖面之上。久在樊笼里，复得反自然。天地是樊笼人被困，心是樊笼身被困。把心上樊笼破了，天地樊笼自也破了。这日，洞玄大剑师曹小树关于有误，破禁入之命。御书房内，大唐皇帝恼火盯着案上那幅凌晨亲笔所写的“鱼跃此时海”，脸上满是不甘与遗憾之色。他并不知道，在书架的角落里，有人偷偷替他续了句“花开彼岸天”。忽然间，他抬起头来，喃喃自嘲说道：“也许你是对的。”来到城门的曹小树转身看了眼皇宫，潇洒笑声之中，青衫飘飘走出正门。几日之后的长安城少了位叫做春风亭老巢的地下领袖，这个时间多了位观湖鱼而入知天命境界的强者。数日后，宁缺迎来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那个日子，书院开考。大山之下便是书院，正是那座经历千年风雨始终没有名字但近乎神明的书院。
这正是宁缺费尽千辛万苦一定要考进去的地方。在桑桑的一遍遍叮嘱声中，宁缺走进了考场，准备迎将考试。书院考试和大唐科举内容相似，总共分为6科：礼、乐、射、御、书、数，最后也总分招生。最先开始的是数科。考场一片安静，宁缺将毛笔搁在砚台上，然后掀开墨卷，只见墨卷上只有一道题目，约莫数10个字：夫子西讲，故再切一字桃花，只饮半壶酒，再切一字桃花，饮半壶酒，如是而行。这道题对于宁缺来说没有任何难度，心中快速闪现答案后，他忍不住低声感慨了声：谁出的题？太二了。确实挺二的，因为答案就是二。宁缺韵外磨墨蘸笔，非常仔细地在纸上写下自己的答案。大唐上午，但就是如此简单的题目，却仍有不少学渣不会。公主看着提前交卷的宁缺，竟一时失了神。该不是不会答吧？王姐，王姐，王姐。数科结束之后，紧接着便是书科和理科。先前还沾沾自喜、也有得意之感的宁缺顿时傻了眼。常年生活在深山草原里的家伙，哪里会那些东西？宁缺不打算当白卷英雄，所以他老老实实的换了尖毫小笔，极为认真的把试卷从头到尾全部填满。至于答案内容和题目究竟有没有半毫关系，那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他只奢求漂亮整洁的卷面能够让书院教习们给些同情怜悯分数，所以他就把全副心神都放在了笔墨之上，写下了他看了无数遍的《太上感应篇》。钟声敲响，文试结束，宁缺有些兴致缺缺地走出考场，看着满脸期盼之色的桑桑说道：我虽然一道都没完成，可我写了一首极漂亮的簪花小楷，那个考官肯定会觉得我是一个精通书法漂亮的闺中贤者，也许能给些同情分。到了下午，乐科考试，面对着书院教习和礼部考官殷切的目光，对着那满屋子的乐器，满脑子空白的宁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放弃。不会。看着走出考场的宁缺，公主再次试探：王姐，你可喜欢这位考生？让我去把他叫来跟你说说话。你坐下。与此同时，一场针对唐国公主的刺杀行动即将开始。此时的书院后山，三师姐于莲和陈皮皮正批改着试卷。陈皮皮看到宁缺的答题，顿时产生了兴趣，随即推荐给了于莲。不料于莲正看着宁缺的理科答卷，并给出了个最低分，说道：一名男子写这么漂亮的簪花小楷，他什么意思？居心不良。宁缺知道自己书科理科乱写一通，不可能拿到太好的评价，再加上乐科弃考，那么能否通过入院考试，全靠自己能不能在射御二科上拿到高分，还必须是最高的分。下午，考生们都来到了射猎场，考试开始。规则是用特制的箭互相射击，以被击中的次数来决定考试成绩。未被射中者自然就是第一名。这大概是宁缺最擅长的一科。从小在山林草原间，为了生存磨砺出来的各种技能，凭着单刀捅剑，他甚至有信心和修行者干上一架。应付社科的考试实在是太不简单的事情。不曾想，树林里已经埋伏了大批刺客。一名考生中箭身亡，其他人顿时慌了神。而宁缺从4岁杀人一直杀到16岁，从长安杀到渭城，杀到草原，杀到苏壁虎，再杀回长安城，刀下不知泼洒出去多少鲜血，飞出去多少头颅。苏壁虎的砍柴人横行草原，纵使最强悍的马匪都要臣服。眼看刺客越来越多，这时走来一位头戴一顶极高虎冠、气象庄严的男子。刺客们见状蜂拥而上，谁料刀剑全部停在了男子身前1尺，犹如蚍蜉撼树，无法塞进丝毫。这时男子腰间佩剑自行飞出，犹如幽灵收割着一个个生命。长剑归鞘，男子蓦然离开。宁缺见状赶忙追上，请求收他为徒。学姐，
交修行吧。男儿膝下有黄金，难道你不知道吗？我这黄金都给您，我骨骼清奇，天赋异禀，收下我吧。没看出来。悲剧的宁缺仍不死心，就算被释放出的气场压得抬不起身，却仍执着地向前爬着。与气海雪山完全不同，无法踏上修行之路。为什么每个人都这么说？我凭什么听天由命？你又不是昊天。思心所感，男子停下脚步，转过身。若真是昊天注定的，那我就逆天而行。想跟着我，等你登上2层再说吧。几日后，到了发榜的日子，数名考生仰着脖子看着那张能决定未来的成绩单。宁缺看着自己理数院3科全部得了丙等最末的评价，无奈地埋怨着考官的不近人情，拉着桑桑扭头就走。喂，宁缺，你不看其他科成绩了吗？假上。宁缺社科甲等在上，宁缺数科也是甲上，语科还是甲等在上，3科甲上。众人震惊，惊呼出声。你是怎么考出来的？宁缺不要脸地答道：复习很严谨，3科最高分，3科最低分，如此奇葩的成绩，倒也符合了书院入院的标准。至此，宁缺如愿成为了书院的万门弟子。与他一同进入的有名门望族、富家子弟，甚至皇亲国戚，但没人敢在这里撒野，因为这里是卧虎藏龙的大唐书院，连最普通的代课教师都是洞玄境的念师。第2天上课途中，宁缺遇到了一名书生，书生眉直眼阔，神情朴实可亲，看上去显得异常干净，从身到心干净无比，给人一种干净若赤子的感觉。小兄弟，请留步。看你这把伞不错，我用这本书给你换。不换。你怎么还在这儿站着？我一看裤子，一早就有起床气。夫子，他不肯换。暑往寒来春复秋，夕阳西下水东流，不肯换才是他，换了就不是他了。咱们走吧。他不知道传说中的夫死已然乘车而去，他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一个历史时刻，不知道自己拒绝那位书生的交换又是怎样的错过，不知道那才是他真正的第1堂课。这日，书院同窗约定在京城最大的烟柳地洪秀昭聚会，宁缺推脱不了，回家告诉喂好鸡汤的桑桑，等他回来再喝。之后便来到了洪秀昭，刚进洪秀昭，姑娘们便将宁缺围在中央，或悄声指责，或温柔关怀，总而言之是好一番热闹。莺歌燕语声中，宁缺多喝了几杯，陷入温柔乡的他早已忘记了在家等着他喝鸡汤的桑桑。不知何时，迷糊中醒来的宁缺想到了家中的桑桑，于是写下一帖，准备让人带回家中。桑子，少爷我今天喝醉了，可能不回来睡。你记得把鸡汤喝了啊。不巧又有人来换，鸡汤帖就这样落在了屋中。在宁缺离开后不久，屋中又进来2人，正是洪秀昭的头牌水珠儿和来找乐子的颜色。自认自引方为妙，那年老还让我陪着，这叫羞涩可餐呐。这遭老头子坏得很，就在2人同桌共饮风花雪月之时，发现了那张宁缺的字帖。别动！颜色的花眉紧紧皱了起来，流露出满满的惊讶喜悦之意，感膜研磨临摹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眉头皱得越来越紧，神情越来越迷茫，喃喃念道：这种笔法呀，就连我都没见过。李秀对鸡汤二字，就以神来之笔呀。宁缺的死，笔法怪异却比喻充沛，全因宁缺今日在旧书楼上观书有所悟，望似意而记其形，
这便是日后闻名天下的鸡汤帖。这帖子就叫鸡汤帖。你看看，男人在外边工作辛苦，还能忘记叮咛那家里的妻子喝鸡汤？桑桑不是宁缺的妻子，她只是宁缺的小侍女。什么？她叫宁缺，宁缺毋滥的宁缺。一日，一直暗中打听将军府事件的桑桑，查到了一名叫严肃清的，当年参与过此事。正欲去书院的宁缺转身带上了3把刀与大黑伞，前往那个地址。书要读，人也要杀。竹墙掩映下的离湖小筑清幽黑暗，桌上搁着乌木茶案，壶上的水壶渗出淡淡热雾，偌大的茶馆空无一人。这时进来一青衫男子，正是当年的文书官严肃清。宁缺开门见山，问他关于当年将军府的一切。意外的是，他对当年的事毫不隐瞒，全盘托出。这个看上去瘦弱无力的茶艺师，为什么在明知道有人要杀自己的情况下，还能如此平静？转瞬之间，宁缺想了很多可能，眉眼间渐渐浮现出前所未有的凝重神情。除了你，张义奇贪议此事的还有谁？反正你也是快死的人，告诉你也无妨。处理当年林光远那个案子，正是当朝天子的玉帝。话音刚落，袖中那把无柄小剑骤然向着宁缺刺来，宁缺顺势抽出破刀，险之又险的避过。卓尔的情报里没有，桑桑也没有察觉，这个瘦弱无力的茶艺师居然是个精通御剑之术的修行者。宁缺知道今夜必然要面临生死间的考验，但他依然没有想过要退，因为他知道面对修行者，退避便意味着死亡。飞剑嗡鸣，闪电四来，他挥刀而斩，纵使掌控，也会在最后关头凭借战场上打磨出来的战斗本能和极强的身体控制能力离开要害。剑如飞芒，刀如雪，宁缺的身体被残影割出了无数条密密麻麻的口子。凡人与修行者终究有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失去兴致的严肃清眼中泛起怜悯与嘲讽的神情。告诉我，除了秦王，还有谁？既然你这么执着，那我就告诉你，这案子需要铁证。这3封看来幕后真相，果真来自西凉。该说的都说了，赶紧上路吧。祭出3把本命飞剑，准备结束战斗。危急时刻，宁缺迅速撑开了大黑伞，锋利无比的飞剑刺中黑色的伞面，就像是堕入了一片无边无际的黑色沼泽，仿佛瞬间失去了生命，从大黑伞上滑了下来。看准机会的宁缺使出身体内最后的残余力量，将破刀甩了出去，刀锋深深切入严肃清的胸口，结束了他的性命。深夜的长安城是那样的安静，街巷之上没有任何行人。一个浑身是血的少年踉踉跄跄地奔跑着，他觉得自己视线有些模糊，甚至思维都有些混乱。这个浑身是血的复仇少年不知不觉来到了朱雀大街上。大战过后的宁缺无意中来到了平日里最令自己警惕不安的朱雀大街上，他的视线越来越模糊，脚步越来越迅风缓慢。突然一阵磅礴的毁灭之意笼罩了他的身体僵在了原地。抬头望去，沉寂多年的朱雀竟苏醒了过来，无名业火覆盖全身，那双威严肃穆的眸子盯着宁缺，随着一声轻笑，向着他扑杀过来。宁缺见状，拼命向后奔跑，拖着重伤的身躯，又怎能躲过朱雀的追击？追击得手的朱雀将宁缺提在爪上，盘旋至高空后，将宁缺扔下，吐出一口足以焚化万物的本命业火。宁缺赶忙撑开大黑伞抵挡，随后重重地砸在了地上，直接昏死过去。心有所感的桑桑从睡梦中惊醒，谁？远在西陵的光明大神官也察觉到了朱雀的异动，朱雀飞来，准备再次袭击。大黑伞忽然无风自动，轻轻倒在了宁缺的身前。朱雀见状，竟飞回了天阶之上，
重新回归沉寂。不知让朱雀苏醒的到底是宁缺还是大黑伞？天空下起了磅礴大雨，冲刷着血泊中的一切。青石板上的血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蒸发消失，直接侵袭进入宁缺的身体。烈火无形，高温无感，宁缺身上的血水被迅速蒸发，消散于无形。他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也许很长，也许很短，胸口处依然无比疼痛，每走一步都会让他脸色白上一分。只是止了血，但伤势更甚从前。宁缺艰难地向书院走去，今夜杀人，为了躲避官府追查，最安全的地方就是书院。来到旧书楼2楼，他解下大黑伞，轻轻搁在身旁，然后疲倦地向着墙壁靠去。于连缓缓走了过来，平静看着这个濒临死亡的少年，不知为何并没有出手相救的意思，只是轻轻叹息了一声，惋惜说道：一个没有任何修行潜质的少年，为何身上藏着这么多连我都看不透的物？由于承诺，我不能出手救你，不然我还真想看看你活过来会变成什么模样。不要怪我见死不救，要怪只怪你出现的早了1-2年。片刻后，一个穿着书院夏袍的胖子走了过来，正是与宁缺书信互怼已久的陈皮皮。他看着墙边那个一动不动的少年，宁缺，两个神交已久的笔友竟然以这样的方式相见。宁缺疲惫地抬起头，沉默片刻后自嘲一笑：我只想要靠你了。哎，宁缺！说完这句话，肩头一松，昏了过去。陈皮皮看了看脉象，知道宁缺受了极重的伤，而且伤势正在胸口气海雪山之间。少爷，在哪儿呢？少爷，你怎么了？我是丧死了。现在可不是情真意切的时候，先救人。我去找大夫。回来！就算你把皇宫的太医请来，你也救不了他。少爷，别哭，他还没死呢。滚！陈皮皮满脸震惊。根据他的推测，有一股沛然至阳的灼热力量从伤口处直接进入宁缺体内，瞬间摧毁掉了那座诸窍不通的气海雪山。又有一道至阴至寒的气息进入体内，在体内重新凝起了另外一座雪山，但这座雪山随时可能坍塌，气息更加弱到近似虚无。陈皮皮看着昏迷的宁缺，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取出一个晶莹剔透的小瓶，脸上露出痛苦犹豫的神情。瓶中乃是道门圣药通天丸。陈皮皮面露不舍之色，小心翼翼地倒出药丸。这可是通天丸，但普通人吃了，至少可以增寿数年。修行者吃了它，可以直接跨境。就在他犹豫之时，被桑桑一把抢过，送入了宁缺口中。服药后的宁缺仿佛感觉置身于鲜花之中，阳光暖暖的照在身上，四周弥漫着鸟语花香。宁缺死而复生，当最后一丝药力融进体内，宁缺醒了过来，看到了满脸担忧的桑桑以及救命恩人陈皮皮。也正是因为这颗通天丸，宁缺终于踏上了修行之路。劫后重生的宁缺在感谢了陈皮皮的救命之恩后，回到了老北斋。他静静看着桌上那盏烛火，慢慢闭上了双眼，开始冥想。万念俱空，固守本心。被无数次摧毁希望的宁缺，终于第一次感受到了那道悠长平静的呼吸声，那是天地的呼吸。他强压住心头的激动兴奋，伸出微微颤抖的手指，推动自己的意念进入气海雪山。桌上的烛火摇曳不安。少爷，你小时候不是跟我说过玩火尿床吗？尿什么床？我在操控天地元气。难道是那颗药丸？再说，我能操控天地元气了。我爬了10几年，终于能修行了。
你报仇的那天也见了。为了纪念这个历史性时刻，主仆二人晚上点了一份披萨。大难不死的宁缺再次回到旧书楼，拿起了那本令他又爱又恨的《气海雪山初探》。正所谓痛则不通，以往气海雪山诸窍不通，根本无法记忆，甚至会昏厥不醒。翻开书页，道道墨迹隐含的意味进入脑海，再也没有以前的痛苦不适感。宁缺确定自己真的成为了修行者，但他却不知自己到达了何种境界，于是找到了陈皮皮，展示自己的控制能力。陈皮皮惊讶道：17窍里只通了10窍，真乃下下之思的宁缺竟然能够感知外物，甚至一只脚已经踏进了不惑。既然你已经进入了不惑，就要以念力培养自己的专属感知之物，也就是本命物。修行者找到的本命物与自己的气息越相合，日后对提升境界的帮助就越大。你的本命物是什么？我凭什么告诉你啊？我告诉你，等我找到我的本命，肯定日日抱着它，夜夜望着它睡觉。小飞铲终于通窍了。陈皮皮，我知道你的本命物是什么了。什么呀？肥肉。你说对了。第二日，宁缺按照陈皮皮教的法子，将精神世界里的念力缓缓释放出来，向着房内的事物逐一探去，去寻找与自己最心意相通的事物，感受着天地间的那道呼吸波动，却始终没有感知到回应。心情烦躁的宁缺挠起了痒痒，忽然听到厨房传来桑桑哎呦一声叫唤，紧接着又是一串清脆笑声。隔着窗户，宁缺看着不断扭腰躲避的桑桑，震惊无语。与自己心意最相通的，竟是自幼一起长大的桑桑，难道要把他变成自己的本命物？绝对不行！宁缺想到战斗时将桑桑抛出去的画面，他倒吸一口凉气，连连摇头。另一边，朝小树来到剑阁寻找柳白，结果中了西陵裁决司内奸的圈套，误闯藏剑阁，被闭关的柳白用大河剑意打着重伤。什么人如此大胆，竟敢擅闯我藏剑阁？柳阁主，春风亭老巢前来拜会。无奈之下跳崖逃走，生死不明。土阳城夏侯的驻地，几名燕国刺客混入军中，欲刺杀夏侯。夏侯似感应到了什么，睁开双眼向帐外某处望去，满脸漠然。几名斗玄境的暗杀者合力在夏侯手中，竟支撑不了几招便全部丧命。出人意料也在情理之中，他是镇北大将军，也是宁缺最大的仇人，世间武道修行巅峰强者。手下向夏侯汇报了都城最近的几宗命案，杀人手法极其相似，而死者恰巧都是当年将军府事件的当事人。夏侯下令暗中彻查此事。御书房，皇帝无意中看见坐垫下藏着一张纸，取出墨纸搁在书案上，冷冷看着纸上的5个大字，眉头皱得愈发厉害。沉默看了很长时间后，寒声质问道：“到底是谁擅自进入朕的御书房？”徐崇山知道这件事是宁缺所为，怕惹祸上身，于是极力想把这件事情遮掩过去。崇山，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微臣遵旨。朝会散后，唐王把诸位文官留了下来，关在御书房里摹写，甚至将整个长安城最出名的书画店都巡过了，却依然没有找到那名神秘的书家。在他们看来，这位神秘书者必然是位沉浸出道数十年的隐士大家。正是因为有这等先入为主的想法，自然也没有人把他和默默无名的老笔战联系在一起。到底是什么人留下这样的字帖？到底是一种警示呢，还是一种胁迫？应该是一种劝诫。鱼跃此时海，可海洋再宽再广，也总有海岸居附。可是花开彼岸天，才是真正的自由天。
皇帝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想着那位在心性气度上极为接近的友人，已经把心中的纠结看穿看破，心境自然与先前也截然不同。才发现这5字竟是鼓励雄劲，乃是无上妙品。那幅书帖早已成为长安城最近数月议论的焦点。一幅不知何人所写，为何出现在御书房内的书帖，竟然令陛下爱不释手。宁缺不是在东城开了一间小的书画店吗？可以把他叫过去问一问啊。荒唐！御书房那幅字帖要是他所写，那我就去亲他的触角。诸生闻言一怔，纷纷笑出声来，觉得这种想法实在是荒唐可笑。这日，曹教习宣布，书院下月将开启2层楼的考核，只要通过2层楼的考核，就可以成为夫子的亲传弟子。同期还有诸多年轻修行者，最受人瞩目的当属那位洞穴巅峰、西陵裁决司2把手，号称光明之子的隆庆皇子。宁缺找到陈皮皮，想听听他对隆庆的看法，结果人家压根儿就没听说过隆庆。在皮皮心中，真正的年轻天才只有被他偷看过洗澡的叶红鱼。宁缺一直好奇知命镜到底有多强。皮皮思索片刻，带他来到书院前山与后山的交界处，也是2师兄练剑的地方。宁缺认出了这是当时考试出现过的大修行者，随后更是见到了令他毕生难忘的一幕。只见高冠男子单手持剑，面侧远方，持剑手臂轻轻一震，远处的雪山犹如江河奔涌，整条山脉被一条凛冽剑气冲垮，雪雾蒸腾，浩然剑气丛生。那是什么？浩然剑气。浩然剑气。数日后，隆庆皇子的队伍浩浩荡荡来到唐国都城，百姓们趋之若鹜，都想目睹他的风采。隆庆死刑目的是以自身强大实力碾压众多大唐才俊，好好的羞辱一番这个天下第1强国。在他看来，登上2层楼早已是板上钉钉之事。宁缺自知不是隆庆对手，于是跑去找陈皮皮，想走后门透露考题。在宁缺的软磨硬泡下，陈皮皮委婉指出，夫子看重的是学生的心性。书院2层楼每年考试千变万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明天不管他怎么考，首先你要记得谨守本心。明天不管他怎么考，首先你要记得谨守本心，同时要把事情做到极致。此时距离2层楼考核还有半天时间，宁缺走进书院后的花海丛中，调整自己的心境，正巧遇到了路过的于连。宁缺准备说些什么，没有想到紧接着听到了一句令他感到极为震惊的话：如果你今天放弃进入2层楼，我可以为你介绍一位不入于柳白的强者为师。我以我写字的右手作保，我为你介绍的这位师傅绝对不入于柳白。林间一片安静，宁缺看着于连平静的容颜，发现对方说出那句话的语气是那般的随意寻常，没有任何炫耀，却透着股不容置疑的意味。不知为什么，他非常相信于连的承诺，然而同样不知道为什么，当他艰难张开嘴时，说出的答案却是我还是得试试。我想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能力登上2层。于连眼中泛起一丝有趣的笑意。时近正午，书院教授黄鹤宣布2层楼考试正式开始。考核的方法很简单，谁能最先到达山顶，拿到大先生预先系在大树上另一半水瓢的人，谁就能登上2层楼，成为夫子第13位亲传弟子。在一声开考后，书院6子以及各国才俊纷纷开始登山。登山前每人分发1枚烟火，中途如果坚持不了即可发射烟火，救援队便会及时赶到。在所有人开始登山后，穿着深色素服的隆庆才走出人群开始登山。他为什么要最后一个登山呢？因为在他眼中，其他的登山者都是战五渣，即将迈入致命的隆庆确实有着丝毫的资本。当年轻的修行者们真正进入山境后，
速度顿时变得极为缓慢，身体就像被系上了沉重的巨石，每走一步都显得那般痛苦吃力。但龙庆好似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他如常行走，如履平地，好整以暇超过一个个的同行者，不像是在进行某项艰巨的挑战，而更像是在登山观风景。殿下有昊天神辉恩宠，只是登山这一路难觅对手，实在孤单。听着众人的吹嘘，看着同窗一个个被超过，宁缺向着山脚跑去。毕竟男主角都是要最后登场的。刚刚踏上细砾石块铺成的山道，突如其来的重压令他双腿一软，险些跌倒。再也没有登山前的潇洒之意，众人登至山腰，书院四先生以沙盘为阵，山道上立刻出现许多尖利碎石，让本就苦不堪言的登山者们雪上加霜。龙庆皇子一路登山看景，不断超过前方的登山者，他的脸上没有骄傲与轻蔑，只是一味的平静。西施姐用手指捻起绣花针，在山峰中轻轻一划，霎时云雾缠绕，遮住了上山的路。四先生更是在碎石里插入铁钉，就连龙庆也被这突如其来的痛楚放缓了脚步。宁缺的速度很缓慢，但他走得越来越稳，仿佛每一步都要深深踏进这坚硬的山道。五先生、八先生以棋盘为局，落死入棋局，便有飞沙走石自空中落下，有人被砸晕，有人弃权，也有人直接滚落回山脚。山道上渐渐只剩下了2名登山者，一个是龙庆，凭借强横的实力遥遥领先；一个是宁缺，凭着超人的毅力超过了一个个同行者。速度很缓慢，走得很辛苦，但他并不在意，因为他明白走得慢并不要紧，只要你坚持不停地走，总有一天你能走到想要到达的地方，超过道旁那些不敢走的人。书院就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而宁缺就是创造奇迹的人。此时的桑桑误入云雾大阵，一阵阵狂风从林外吹来，带起无数草屑石粒。桑桑惊恐地撑开大黑伞，遮住自己瘦小的身躯，顿时云雾消散。二先生惊讶地发现后，拦下了桑桑，让他待在自己身边。临近山巅有一道柴门，门上写着君子簿，这是夫子给每位登山者设下的考验。先到的龙庆写下了君子不争，门牌掉落。龙庆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过了柴门，每一个石阶代表从小到大所经历的路，走过4102级，便是12个年头。在幻境中重新活过一次，这心魔将会放大无数倍。想要树立者难，在幻境中重新活过一次，这心魔将会放大无数倍。想要树立者难。被唐军屠杀的燕鸣，战场上的兄弟别离，幼年时的悲惨遭遇，一一重现在龙庆面前。是道心溃散，还是固守本心，全靠自己能否顺利走出幻境。不久后，宁缺也跌跌撞撞地来到了柴门前，看着木牌上的空白处一头雾水。第4个字是什么？在离柴门不远处的道旁，他看到了一块石头，石上刻有4个大字：君子不器。然而当他想要写下第4个字时，却愕然发现自己忘了那个字是什么。原来柴门上的字必须要达到洞玄技方能记住。宁缺就这样多次往返于门牌与石刻之间，快要抓狂的宁缺急中生智，忍着剧痛将字印吐在手中，以指尖血迹一笔一笔写出了那个弃字。君子不器，就是要打破固有的规则。看着越来越近的山顶，龙庆脸上泛起嘲讽笑容。从踏上山道的第1级石阶开始，他就知道自己看到听到的一切都是幻觉。龙庆修的是世外道，世间之事又如何能乱他心境？他供奉的是昊天，坚定认为自己所杀之人都是罪有应得，又哪里会有怜悯？这时传来了90先生的秦腔和鸣，龙庆识海受到剧烈冲击，直接倒地不省人事。另一边，刚刚走入门中的宁缺便听到身后传来骤急如雨的马蹄声，这些年来一直深藏在他内心深处的恐惧诡异，随着这些熟悉的马蹄声骤然复苏。将军府的灭门之夜与桑桑的颠沛流离，被老猎户折磨的悲惨童年，
前半生所有的悲惨接连上演。宁缺在斜斜向上的山道上行走着，每踏上一级石阶，便是一日的悲惨过往。山道漫漫，如同漫漫人生。在经历无数磨难后，终于来到了山巅，同龙庆一样昏迷了过去。等待他们二人的将是最后一个考验。吻心，夫子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你可曾想过自己是错的？我没有错，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若无数人因你而死，你仍然光明，那是因为他们该死。我从出生就追随我是昊天的宠，以前是，现在是，未来依旧是。荣庆曾经骄傲想过，除了昊天，这个世上根本没有什么人或事能令他感到恐惧，哪怕面前是他最心爱的女人，哪怕是他修行路上最怕的倒吃叶红鱼，甚至是他最敬重的父王，他都会毫不犹豫做出自己的决定，将腰间佩剑刺进他们的胸口。荣庆缓缓低头望向自己的胸口，发现那里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墨黑的洞，连心都没有了，自然不会再有恐惧。永夜将至。直到光明大神官的出现，代表着昊天意志舍弃了他这个信徒后，龙庆的信仰崩塌了，堕入无尽囚牢，苦苦挣扎。而宁缺却是进入了一个混沌的世界。这里是光明的世界，也是黑暗的世界，这是最后的世界，也是最后的世界。如果让你选，你会选择光明还是黑暗？我为什么要选？用业将至，你无法不去选。为什么每次都要我选？我身在黑暗，心向光明。想不到隔了这么多年，我居然又能看到一株在墙头上随风招摇的野草。宁缺从不认为自己有错，更不需要赎罪。夫子极其满意这个答案，大笑之间引入黑暗，消失不见。就这样，一个信仰光明、信仰昊天的人，输给了一个绝对以己为先、没有任何信仰的人。恭喜小师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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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缺看着那些带着温和笑容的男男女女，知道这些人都是2层楼的师兄师姐们，不由得心生温暖。剧烈的身体消耗，大战后的突然放松，令他双眼一黑倒了下去。就这样，宁缺成为了夫子的亲传弟子，书院的13先生。而此时的昊天道南门中，颜色正在地上临摹着鸡汤帖。突然听闻国师谈论书院考核一事。师兄啊，我听说这个鸡汤帖也去登山了。怎么可能？师兄啊，我听说这个鸡汤帖也去登山了。怎么可能？虽然宁缺的书法似通符意，但确实无法修行，这是颜色反复确认过的事，所以才让他极为不甘地放弃宁缺。而书院后山只有修行者方能攀登。这时何明池走到2人面前，取出一叠天书处的宗鉴，低下头，声音微颤说道：夏天时曾在南城的赌坊里发现了一名用念力作弊的修行者，经调查，那人正是宁缺。房间里一片寂静，颜色怔怔盯着案上那些卷宗，苍老的嘴唇微微翕动。这小子真的能修行吗？怎么可能呢？他明明出窍不通。李青山余光注意到颜色的右手微微颤抖，知道他此时心中定然情绪激荡，难以思持。他们对视一眼，看出彼此眼中的坚毅态度和必得之心，微微点头。李青山沉声说道：不管他是陛下的暗器还是公主的引招，我们昊天道南门就一定要把他抢过来，让他成为你的传人。但和书院抢人不得不谨慎。临行前，国师带着颜色闯进老匹斋，见到了宁缺的满墙字帖，让他对宁缺能成为神符师的把握上升至8层。李青山也在一旁感叹道：想到在这偏街陋巷的小书屋里，竟然隐藏着一个辅道天才书法大家呀！说话间，李青山越看越觉得
与御书房的花开帖有异曲同工之妙。就这样，一行人又匆匆来到御书房。颜色盯着被铺开的纸卷，看着上面那淋漓尽致的花开彼岸天，苍老面容上渐渐浮现出不尽欢愉的赞叹之色，肆意中的饥渴与贪婪，终于让颜色将把握升到了10层，心急火燎地跑去书院抢人。而皇帝也终于在国师的禀告下知道了花开帖的作者。喜出望外的皇帝派人前往书院，邀这位书法大家进宫一叙。另一边，颜色匆匆忙忙地赶到考核地，正巧遇到报信的书童。颜色一把抢过竹筒，想先看下比赛结果。面色不悦的黄鹤上前理论，颜色却耍起无赖。黄鹤心生一计：水珠姑娘，你喂，夫子第13位亲传弟子是宁缺。不是那个万众瞩目的光明之子隆庆，而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宁缺。此言一出，众人大惊，公主眼眸里满是震惊与喜悦。失魂落魄的西陵神官望着黄鹤愤怒抗议，暗指宁缺能够战胜隆庆皇子，除非书院暗中作弊。半生就密找宁缺这么一个良才的颜色，80多年的老脸也不要了，在一旁助攻道：这事用屁股想都知道，那家伙怎么会胜过隆庆皇子啊？这里边肯定有问题啊！你这不是明摆着耍赖吗？我就爱耍，你要怎么样？反正父子也不在书院。两人一番争论，仍是僵持不下。颜色被逼无奈，只得说出宁缺有做神符师的潜质，欲传其衣钵，成为大唐新的国师。知道颜色是来抢人的，黄鹤更不愿意让步。这让书名来意的颜色暴跳如雷，好一顿撒泼。见黄鹤油盐不进，颜色便直接去寻书院2先生要人。找到君莫的颜色直接表明宁缺他必须带走，别说我欺负你一个晚辈。君莫嗤之以鼻，想打架不用找这么多借口，年龄不是问题，辈分也应该不是问题。既然书院的规矩是谁有实力谁说了算，那就直接开干。只见颜色那天地元气于掌中，双手擎天，上来就是最强绝学锦字符，笼罩的符意似能割裂一切。君莫只是缓缓拔出长剑，单手持剑朝向头顶的锦字符，一股浩然剑气直接将锦字符打散。颜色见状只得作罢，他言想将宁缺培养成未来的神符师。君莫见颜色一把年纪，不忍在他油尽灯枯离世那日，一身符道本事悉数化为浮泥尘埃，决定各退一步。同时这也是夫子的意思，同意宁缺可以拜颜色为师，但不可如昊天到南门。目的达成的颜色满意离去。出城时分，晨光照入眼眸，宁缺醒了过来，想起昨日的艰辛攀登过程，那些不断重复的悲欢离合人生片段，喃喃道：我登上峰顶了，我进2层楼了。桑桑，怕是在做梦的宁缺还顺手捏了捏桑桑的小脸。疼！上你干嘛？桑桑，我登上山顶了，桑桑，我进2层楼了。谢谢，恭喜你！宁缺下山回到书院，同学们都在走廊等候，祝贺他成功登上2层楼。望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同窗，诸生们的心情很复杂。夫子弟子，大唐国师，未来的神符师，随便一个都能让人名声大噪。这时黄鹤颜色迎面走来，颜色看着身前这个干干净净的年轻人，当真是越看越满意，感慨说道：日后你就跟着我学点鬼画符的小本事吧，明天就进南门吧。这么着急呀？我很老了。宁缺也听出了这句话里的焦虑和着急，随即点头应下。这是林公公寻至书院来请花开帖的作家宁大家，语气谦恭，邀其入宫面圣。此言一出，诸生震惊，一片沉默。与此同时，夏侯的副官林林已经查出宁缺就是当年的幸存者，一场暗杀行动即将展开。宁缺来到御书房，唐王热情的迎接。13弟，你不必拘礼。朕当年一直希望能够成为夫子的亲传弟子，可是他老人家
去安排我继承王位。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宁缺便对这位皇帝生出了极强烈的好感。在他的想象中，君王向来是极威严冷漠的，却没想到对方竟是如此温和。想起自己当年就差点成为了夫子的亲传弟子，所以见到夫子弟子倍感亲切，便以兄弟相称。就这样，唐王和宁缺就如兄弟般促膝长谈。很快一天就过去了。此夜过后，宁缺名动天下，每日前来求字的人络绎不绝，让抠门的桑桑都恐惧的闭门谢客。而最著名的花开帖和鸡汤帖更是有价无市，一张鸡汤帖的拓本既能卖到500两的高价，一时间鸡汤帖的拓本传遍了整个世界，更是传到了大和国墨池院山主墨珊珊的手中。作为书圣弟子，平时最喜书贴字画，此时却是对着鸡汤帖的拓本反复临摹，对这个见字未见人的13先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书院2层楼位于书院后山陡峭无比的群山间，夫子的12位弟子就营此地修行。今日宁缺随陈皮皮入山，先见了七师姐木佑。七师姐精研阵法，长期维护着后山的云雾大阵。又见了秦霄和鸣的90师兄北宫未央和西门不惑，他们2人精通音律，修的乃是音律大道，珠联璧合，亦可控制思想，乱人心智。11师兄王迟擅长思辨之术，简称忽悠。宁缺被11师兄的那些玄之又玄的问题问得哑口无言，匆匆逃离。6师兄世间最强的锻造师，4师兄世间最强的符文师，2人最得意之作便是夏侯身上的明光铠。5师兄、8师兄，一位是南境国手，一位是月龙国宫廷骑师，2人棋逢对手，目前正在山下会友。3师姐于莲常年在旧书楼抄小楷，因为那是夫子布置的任务。最后见了后山最骄傲之人2师兄君墨，他也是后山的大管家，因为大师兄跟随夫子常年在外游历，书院事务都交由君墨打理，只要2师兄发话，便没有人胆敢违背。之后他给了宁缺一块代表书院象征的琥珀腰牌，也是13先生的象征。进入2层楼的这些日子，宁缺过得很充实，又时常被唐王召去聊天写字，讲些与嘲小说的少年往事，顺便讨几幅书贴。期间宁缺正式拜了颜色为师，单号学符术，双号上书院。符是纹路，是线条，是痕迹，风浮动的留痕是符，世间一切痕迹都是符。符道来源于自然，却高于自然，他夜夜破题，难以入眠。清晨入书院后，还要给师兄们送食送水，忙着打理书院。期间还跟2师兄学习了浩然剑气，但他体内通的窍太少，虽说已在不惑境界，但对飞剑的控制能力实在是糟糕到了极点。木剑在湖面缓慢地挪动，飞得很艰难，很吃力。为了让小师弟尽快走出困境，后山的师兄师姐们聚在一起，同夫子以及大师兄进行远程会议。最终夫子决定让宁缺先跟随颜色学习符术，以符入道，同时为宁缺打造适合的兵器。此后的日子里，颜色对宁缺视为己出，将自己毕生所学倾囊相授，带着宁缺走街串巷，去看那些传承数百年的古旧破烂建筑，周游了整个长安城，让他感受天地万物的元气。每至一地便会发问，宁缺知道颜色是想通过这种方法加快自己对符道的感悟速度。颜色对宁缺的评价极高，因为符道最后那一笔靠的就是天赋，天赋是昊天赠予最珍贵的礼物，只有极少数人能有这种幸运，而宁缺则是那幸运之人。走着走着来到了朱雀天阶，颜色却发现宁缺对朱雀雕像极为抵抗恐惧。看来那天让朱雀复活那个人果然是你。有些事情我不想知道，我只想闭上眼睛，感受当下。宁缺的脑海中浮现出那夜濒于死亡的遭遇，令他内心深处那抹阴雨容易的无以复加，吓出一身冷汗。颜色担心宁缺会失去信息，决定让朱雀重新认识宁缺，便拉起他的手，带着宁缺走过朱雀雕像下的拱门，师徒2人登上顶楼。此
时站在楼顶观城景，整座长安城出现在眼前，褪去了繁华热闹的外衣。长安城其实就是一座大阵，是世间最强大的阵法，故名精神阵。精神阵刚刚选了你做守护者的继承人，也就是说，哪天我死了，你得接替我。颜色的一番话，直接让宁缺震惊得无法言语。此时的宁缺，距离画出第一道符来，也只剩下一丝的差距。只不过这看似只剩一丝的差距，却是最难的一段。傍晚时分，一场酒后不治的雨水落了下来。宁缺看着那些似天而降的雨水，感受着雨珠击打在皮肤上的脆裂感觉，还有笼罩街巷的诗意，表情微微出神。他把那些雨滴线条映入自己的眼眸里，仔细聆听着雨声，感受着天地之间的气息流动，顺势缓缓抬起了手，成功的画出了人生的第一道符。桑桑，桑桑，桑桑，你是怎么做到的？我画出人生第一道符。少爷，你画出了人生的第一道符！少爷画出了人生的第一道符！颜色知道这个消息后，在南门关里怔怔坐了许久。不知不觉间，早已老泪纵横，自己的一身符道本领终于后继有人了。与此同时，只手关中，一名红衣女子正翻看着收录天下英雄姓名的天书润丝卷，正是那天下三痴之一的道痴。发现宁缺两字突兀地映入书页，让一直在战斗中求道的叶红鱼对宁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5年前，西陵光明大神官魏光明断言，明王之死降临于大唐林家，导致林家满门被屠。事后面对满地的尸骨残骸，却未见明王之死。为了平息大唐的怒火，掌教以樊笼大阵将魏光明囚禁于桃山幽阁。15年后，魏光明再次感受到了明王之死的气息，永夜将至，于是决定离开幽阁，去完成当年未完成之事。永夜即将来临，不能再困囚笼了。此时的魏光明深陷的眼窝早已恢复如初，圣洁的光辉让眼神多出一股漠然空洞的气息。他静静看着眼前的栅栏，伴着悠悠叹息，栅栏上的灰尘飞舞起来，苍老的手指触到木栏杆上，栏杆无声碎为齑粉，化作无数粒泛着光风的尘埃到处飘散。永世不见光明的幽暗山谷，骤然间一片光明。神座之上的西陵掌教忽然身体僵硬起来，呼的一声喷出一口浓稠的鲜血，淋在了跌落的面具之上。他是历史上第一个活着离开桃山幽阁的囚犯。与此同时，信奉魔宗的荒人得知明王降临，便从极北荒原开始南迁，一路攻城略地。几日后，唐王接到西陵传来的消息，荒人南下，越伦、南境都已派出人马，号召大唐共同出兵消灭魔宗一灭。唐王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对策，最终决定让书院弟子前往荒域实修，也趁机让他们历练一番。至于领队之人，指明书院的13先生宁缺，居末也是同意了此举，因为其他的师兄师姐们都是清修之士，而宁缺却是最擅长战斗之人。就这样，宁缺被迫成为了荒原实修的领队，也是书院再次入世的天下行总，同时也是史上最弱的天下行总。与此同时，只手贯中的叶红鱼返回西陵的隆庆，以及墨池院的莫珊珊，都接到了宗门派往荒原实修的任务。然而西陵掌教号令天下共赴荒原，表面上是为了消灭魔宗，实则是为了寻找天书名4卷。天书共7卷，分别是日、落、沙、明、天、道、开，是昊天道门最神圣的典籍，一直保存在只手罐中。只有明4卷下落不明。天域大神官以消耗寿元为代价，算出天书现世荒原，荒人南迁，魔宗异动，乃是寻找天书的好时机。因为天下势力都以消灭魔宗为由，
暗中寻找天书。数日之后，宁缺收到了经过六师兄重新捶打淬炼的坡刀，长柄显得更为结实，灰暗的刀面上映着晨光，偶尔显现出几道简洁明确的符文线条，看上去有些秀气，却又透出无尽杀气。以及结合后山所有师兄师姐们的构思，配合宁缺的符道，由4、6师兄齐心协力打造的宁缺专属的武器，以及符以与宁缺赶着最强的秘银打造出的13支符剑，而宁缺排行13，便命名为元13剑。宁缺此时的符道远超自身修为，因而每次使用此剑，便会对身体造成极大透支，虚弱无比。符道万不得已时不可使用，乃是日后宁缺的终极杀器。荒原之行的日子终于到了，身为书院史上最弱的天下行走，临行前，颜色交给宁缺一只装有神符的锦囊，让他在最危急之时再用。实在打不赢，想办法逃命，留着命回来。眼含泪水的颜色紧紧拥抱着宁缺，久久不肯松开。谁能想到，这一别竟就是永别。后山的师兄师姐们都给这个最小的师弟送上了防身物。陈皮皮送了一包保命药，3师姐送了他一块白玉扳指，9师师兄送了他内含音律大道的音盒，7师姐送了他一方融入了阵法的手帕，5、8师兄送了他一块清慧的棋盘，11师兄送了他一瓶疗伤药，2师兄则是送了一个问题：浩浩荡荡，腾无际涯，直冲天穹，好不快哉！是为何物？大便。答不上来的宁缺想求个抱抱，结果傲娇的2师兄转身就走。桑桑急匆匆跑来为宁缺送行，将自己护身的大黑伞交给宁缺，让他好好保重，情不自禁地抱着宁缺嚎啕大哭。宁缺知道此去荒原生死难料，强压心中的不舍，将桑桑撵了回去。就这样，宁缺带走了一切能带走的东西，却留下了那个与他朝夕相伴了5000多个日日夜夜的桑桑。之后，这个史上最弱但保命装最多的天下行走，带着书院弟子们踏上了去荒原的路。数日后，各方势力齐聚荒原。一场大雪过后，宁缺骑马来到山间，看着漫山的皑皑白雪，不知不觉间来到了墨池院的营地附近。无意间看见了一道美丽如画的风景，细微晨光之中，在斜斜树枝的尽头站着一位少女。少女身着素色的白衣，黑发如瀑，随意束在身后。宁缺静静看着她，没有发出一丝声音，下意识里不想破坏这美丽的画面。正在宽衣的白衣少女却感应到了宁缺的目光，手结符印将其制服。大胆贼人，拿下！你是何人？唐人。大和国与唐国世代交好，当弟子们知道宁缺唐人的身份后，顿时善意了许多。宁缺猜出此女就是书痴莫珊珊，赶忙道歉：莫非你就是书痴莫珊珊？失礼，刚才真的什么都没有看见。大概我是说，我刚才看到了一道特别美丽的风景。宁缺，你变了，都会撩妹了。我相信你，你叫什么名字？不想过早暴露身份的宁缺随口说出了庄大志。一日，西陵召集各国代表商讨军情，宁缺不想过早暴露自己13先生的身份，于是谎称自己是书院弟子钟大巨。会上，其余各国代表皆已到齐，有西陵神殿统领卢克迪，有月轮国的曲尼玛蒂大师，有南境剑阁大剑师，以及墨池院的山主书痴莫珊珊。在听闻13先生未能前来时，脸上闪过一丝淡淡的失落。罗克迪代表西陵主持会议，表示前方军情紧要，急需一批人深入荒原押送粮草。月轮大师曲尼玛蒂
和墨池院在荒原曾有过冲突，于是故意将矛头指向莫珊珊，仗着自己在修行界极高的辈分，点名让其带队去执行那最危险的压算任务。趋炎附势的罗克迪当场应允，更是向着莫珊珊施压，要求签下军令状。素与大侯国交好的书院自然不会袖手旁观，主动提出愿意一同前往，却被莫珊珊婉拒。这时，书城将军提议荒原地形复杂，可派一名校长前往协助。宁缺闻言主动请缨，莫珊珊见状回礼以示感谢。就这样，宁缺带着一身装备，独自来到了墨池院营地。一段日子后，大家都熟络起来。中场休息时，宁缺来到莫珊珊身边，看着她正在提笔描字，目光落在她的侧脸，白皙精致的脸上写满了专注与忘情。宁缺看着字帖，越来越像自己的字。这字和我的有点像，这字和我的有点像。就你那烂字，怎么跟我们山主媲美？我们山主可是书圣最得意的传人，除了你们唐国有一位书法大家，我们山主还从未将其他人放在眼里。九师姐，宁缺微微一怔，笑意渐渐浮上脸颊。小丑竟然是我自己！忽然大批马贼杀至，奇怪的是马贼避尾冲锋，只是远远地站成一列，伺机而动，好似训练有素的样子。这让从小就与马贼打招呼的宁缺心生警惕。待那蒙面首领拔出长刀，一声令下，马贼整齐划一地冲杀过来。宁缺见状，弯弓搭箭，符文加持的箭枝离开弓弦，撕裂空气飞向远方。冲在最前排的马贼被符文之箭震得人仰马翻，眼看马贼越冲越近，宁缺领着墨池院弟子们正面迎敌。他拔出身后坡刀，跃向半空，刀锋划出两道雪白的光线，标出一道血花。收壁湖的砍柴人从草原荒漠砍到了雪山荒原，多年的砍柴历练让他在人群中横行无忌，刀刀见血，直指要害。身为服侍的莫珊珊凭着一身洞拳上劲的修为，在人群后方跨着威力巨大的符印，不停地轰炸着马贼。但那马贼首领却熟视无睹，只有不停地派出手下冲杀，目的便是要耗尽莫珊珊的念力。看着这些马贼悍不畏死，莫珊珊跃向空中，画出一道道求救符，向本营联军求救。而罗克迪在收到求救符后，却被那极为记仇的群尼马蒂一把毁掉，更是拿出了一串天琴至宝贿赂罗克迪，称区区马贼不足挂齿，为了大局考虑，无需分兵救援。大师所言极是，如此说来，今天早上我什么都没看见。而此时的荒原上，毫不知情的宁缺跟莫珊珊阻挡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在等待着援军的到来。莫珊珊的念力已寥寥无几，所有人都已精疲力尽，而远处赶来的西营骑兵却迟迟未动，在远处冷眼旁观。他们竟然见死不救！世界上还真有脸皮比我还厚的人。马贼头领见状，终于发起总攻，于绝望中看见希望，紧接着却再次堕入绝望。宁缺强压心中的怒火，向着蒙面首领甩出一把朴刀，逼着其落马作战。几个回合下来，宁缺所有的攻击都被提前一盘封住。这名马贼首领似乎知道自己的所有手段，早有针对自己的计划。电光火石间，他终于想明白了，这些马贼的目标不是书痴，更不是劫粮，而从始至终都是自己。看准时机的宁缺一把扯下了对方的面罩，却被首领抓住破绽，飞盾击中胸口，重伤倒地。艰难起身的宁缺终于看清了对方的脸，上马为贼，下马为兵，此人正是夏侯手下的大将林林。原来是你，漏网之鱼，今日你难逃一死。瞬间明白对方来意的宁缺，事到如今唯有拼死一搏。他将念力注入坡刀，激活坡刀上的符文，火符燃刀迎风而展，卷着天地间的气息，飞身一刀劈碎了他的钢盾。林林看了看被震碎的盾牌，冷笑间猛地抬起手臂，宁缺顿时受到了难以抗拒的念力压制。此人居然是一名洞玄上境的大念师。眼看宁缺无法动弹，林林举刀便要结果这个当年的漏网之鱼，
却被奋不顾身的莫池院弟子挡住了这致命一刀。正欲再次提刀之际，莫珊珊耗尽全部念力，画出了半道神符师才能画出的不定符，一股无形的力量随着线条的绘图而生，符印转瞬即至，印在了宁缺身后，解开了他的束缚，震碎灵力。宁缺抓住这瞬间机会，横劈拖刀，化作一道刀锋杀将过去，势大力沉，一刀撕裂其面门。见势不妙的林玲甩出长刀，趁机上马远遁离去。宁缺与莫珊珊在战场上的默契配合，大大拉近了二人之间的距离。我一定要为那些死去的弟子讨回公道。途中休息间隙，莫珊珊安安静静地坐在车窗畔，提笔练字。作为书圣弟子，莫珊珊的书法柔而有骨，浓云合一。宁缺看着字帖，目光不由微微一怔，竟是临摹自己的鸡汤帖。那你觉得写着鸡汤帖的人是个怎么样的人？不知此人人品如何，又是长得什么样？字好不代表人好。这鸡汤帖的确是难得的极品，就是些鸡贼的手段，不值一提。宁缺这招先抑后扬，欲擒故纵，玩得妙啊！山主喜欢这幅字？不是喜欢，是很喜欢。13这种人有什么好佩服的？在我们书院，就用菜地里的萝卜，遍地都是。目光落在那位眉如直带的白衣少女莫珊珊身上，心中窃喜，好不乐在。我有点喜欢山主。我有喜欢的人。宁缺没有想到，自己习惯性表达善意的说话方式，会让对方产生误会，有些尴尬地笑了笑。莫珊珊自有拜书圣为师，身披书服之道，并没有太多世俗阅历。面对宁缺这个自幼便在最底层杀人求活的家伙，自然能学到很多东西，让这位从小生活在温室里的洁白莲花明白了世间的险恶疾苦。宁缺将10几年积累下来的战斗经验，用最简单的语言、最浅显的比喻，极为清楚地传授给了莫珊珊。若两虎相遇又如何？佯装受伤，悲哭乞怜地说：“我已经默默爱你1万年。”莫珊珊看着他，忽然笑了起来，本来有些木讷的表情瞬间变得可爱了几分。众人完成了护送粮草的任务，荒人也被联军击退。于是西陵再次召开议会，讨论下一步的计划。不曾想，议会尚未进入正题，曲尼便率先发难，责问莫池院弟子怯懦未战，差点误了联军大事。拿人手党的罗克迪更是在一旁的帮腔奚落。自幼生活在莫干山里的少女们哪里知晓世间竟有如此无耻之人？明明是自己发送求救信号，西陵固若罔闻，见死不救，如今反倒颠倒是非，是要讨回公道的莫珊珊当众拆穿了群尼马蒂与罗克迪的谎言。罗将军，当日你派给我押运粮草的根本不是骁勇善战的骑兵，而是老弱病残。我以符书传信给罗将军求援，却杳无音讯。因为你和曲妮想要借刀杀人，故意见死不救。曲妮气得浑身颤抖，他没有想到这个莫珊珊竟敢反驳自己。再加上这100年来月龙国与大和国因为地域的争执一直势如水火，所以他的言语愈加阴狠强横起来。不甘屈服的莫珊珊要求西陵统帅张开手掌自证清白。罗克迪见各宗各派所有人都在望着他，无奈之下只得摘下手套摊开双掌。只见左掌之上有一墨印，这是莫池院特有的墨印符书，这便是最好的证据。但在场之人无一人出声，大家都心知肚明，众人皆醉我独醒，行者便成了异类，人心败给了背景权势。见死提醒的曲尼愈加一时压人，不谈事实真相，只用势力与辈分压人。老儿糜烂，不死则不要脸，说的便是这位姑姑。莫珊珊目光落在曲尼那张难看的老脸上，只恨自己人微言轻，只能选择了最决绝的断掌决斗之法。死
司法既分高低，也决生死。正要割掌之时，宁缺及时赶到，一把夺下了匕首。宁缺望着这个泪眼婆娑、孤零零站在那的少女，心中莫名泛起一阵酸楚。我可以证明莫山主说的话，因为当时我也在场。你的话凭什么是证据啊？那这个老太婆的话凭什么能当证据？曲妮这辈子都没有被人这般称呼过，无论是谁对她都是客客气气，没想到如今却被一个晚辈如此羞辱，她气得浑身发抖。此时的宁缺正犹豫该以何种姿态亮出自己的真实身份，来一出扮猪吃老虎，两下在做狗眼的操作时，那位书城将军起身说道：“13先生，你既然不是墨池院弟子，是不是应该坐在我身边？”莫珊珊在听到这个名字后，看着宁缺的目光微微一滞，五味杂陈涌上心头。他就是大唐最著名的书法大家，同时也是神符师颜色的传人，更是夫子的亲传弟子。帐内一阵安静，所有人望向宁缺的目光中，已经充满了无尽的震惊与敬羡。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唐国书院的13先生，宁缺。这世上怎么会有人相信一个书院2层楼的学生，夫子的亲传弟子说假话？无论是在场之人，还是这个世间，没有人敢回答，因为他身后站着夫子和大唐这两座高不可攀的山峰。见事已至死，西陵只得服软。西陵骑兵统领罗克迪免去一应职务，所属骑兵归桃山后，罚苦役半年。够了，还不够。当日姑姑，你也在草甸之上，为何当时不管？13先生，你又不是我们西陵人，为什么要管我们西陵的事儿啊？废柴你！我师颜色大师乃是西陵神官，天于光明裁决3大神作可平起平坐，我若不管，岂不是辜负家师殷切教诲？按辈分算，你这个老太婆应该叫我一声师叔。你想教训夫子，难道你想欺师灭祖？曲妮气得浑身颤抖。这个书院后山新晋弟子，竟是浑然不顾长幼尊卑，还妄想教训自己。宁缺蛮不讲理，他只讲辈分。曲妮这辈子从未受到如此羞辱，在连番刺激之下，已经失去理智，竟敢当众质疑夫子。夫子，你真是一个老糊涂啊！怎么会收这么一个卑鄙无耻的徒弟呢？好你个犬，怪不到老夫头上来了。夫子千里之外的棍棒教育，直接让这位白塔大德涌出一口鲜血，眼前一黑倒了下去，场间顿时一片惊呼。这场会议也就此草草了事。莫珊珊看着这个见似未见人的13先生，一时不知该怎么面对，只得以示感谢后匆匆离去。这时书城将军走来，似笑非笑，带着几许深意说道：“舒池是个不错的女子。原来你就是她。”回到营地的莫珊珊早已心乱如丝，想起旅途中的那些对话，目光越来越惘然，甚至有些失神。漫漫旅途相伴而行，他却不知道他是他，他甚至当着他的面说过喜欢他。世人皆知书痴贤信少言，他却做出那样的事情。想到此处，他白皙的脸蛋上泛起一片红晕。他只是看过那人的字，没有看过那个人，然而同是书道中人，心意可相应。他看着那个人的字，就仿佛看到那个人。他看字的时候，那个人仿佛就在身边。莫珊珊看着那副鸡汤贴拓本，睫毛微展，脸上的红晕渐渐消退，眼眸里的羞恼早已变成了惘然和不安。看着这副看了很长时间的墨字，轻声说道：“桑桑是谁？”当宁缺进来致歉之前隐瞒身份一事时，莫珊珊直接起身递笔，让宁缺替自己写上便笺，没有任何的请求道理，只有一个写。宁缺也不多言，略一定神，手腕微滞，沾满墨汁的饱满毫尖便落在了宣州牙齿之上。面对着天下闻名的书痴，宁缺不敢有半分怠慢，他要拿出最好的水准。不需多时，一幅草书已成。
力道苍劲，却又显顿挫险峻。我喜欢你。看着纸上那些飞沫莲草，少女默默想着，那时候的她也是她。莫珊珊看着她的侧脸，忽然想起旅途中车窗外的那张侧脸，那张教她如何杀人的年轻男子。渐渐想明白了一些事情，不管他是不是自己想象中的他，还是面前这个写字的他，都是很值得喜欢的他吧。不然那个时候他怎么会急着说自己有喜欢的人了呢？莫珊珊明白了自己的心意，忍不住微羞低头。这个男人已经乱了她的心，这世界上最好的感情便是你喜欢他，他喜欢你，眼中万里柔情皆是为你而起。桑桑，少爷替你找了个上百人回来，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在荒人撤退后，宁缺还有件更为重要的事要办，那就是寻找天书名字卷。而莫珊珊也接到了同样的任务。就这样，情投意合的二人一拍即合，一同前往天气山寻找魔宗山门。随着荒原的深入，天气愈发冷冽。宁缺看着他冻得微红的脸颊，忽然问道：“冷吗？”还好。宁缺拿出一张取暖符，注入念力激活符文递给珊珊，很暖和。我的符力啊，根本没办法凝聚天地之气里的火焰，只能慢慢升温。感情也需要慢慢升温。你说什么？啊！莫珊珊感受着腰间逐渐传来的暖意，心想：写符极耗念力，你怎么能把宝贵的念力浪费在取暖这等没必要的小事上？谁知宁缺随口说道：“桑桑体质虚寒，怕冷，他最喜欢这样的护肤。”一路上，宁缺不知道提了多少次桑桑。怀揣心事的莫珊珊想着这个叫做桑桑的侍女，复杂莫名的情绪在心头涌动。来到天气山后，遇到了同寻天书而来的龙气，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登山那夜败给宁缺，使他道心受损，是他此生所遭受的最大挫折，所以他必须亲手击败甚至杀死宁缺，才能完善他所谓的道心。是以他直接祭出本命桃花，正面打斗定然不是对手的宁缺，则是直接躲在了莫珊珊身后。珊珊手中同样符印明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龙庆皱眉看着这个传说中的书痴，大骂宁缺毫无廉耻，只会躲在女人身后。谁知宁缺摆明了要软翻硬吃，毫无羞愧之意，反以为荣。龙庆想象不出来，夫死的弟子怎么可以如此无赖无耻，于是他心情愈发阴沉愤怒，提出以破镜立下赌约，先破镜者为赢家，输家废掉自己的雪山气海。离开书院护西林，见宁缺仍不为所动，便提起了桑桑。我对你家那个小侍女始终念念不忘，夜里有一酒伴，倒也颇妙。我家那个小黑丫头不值钱，不过倾国倾城给我，也不坏。看来桑桑对你真的很重要。好，舒家废掉自己的气海雪山，若是我离开书院，若是你离开西陵，不要不要！废掉气海雪山，修行者便是废人；离开书院，你便一无所有的。果然，最了解你的往往就是你的敌人。宁缺答应了赌约，龙庆自以为抓住了宁缺的命门，然而他错了。桑桑不是宁缺的命门，桑桑是宁缺的命。两人顺着地图来到了大明湖，也是魔宗遗址的所在地。突然，湖中央荡起一股汹涌的魔气。原来湖水深处有一座大阵，能够遮蔽视线，甚至念力的感知，正是魔宗山门的禁制。别无他法的宁缺只有耐心等待魔宗山门开启，以及那遥不可及的破镜契机。而此时的龙气距离知命之境只有一线之差，只待花开叶盛，花漫土寂，
便是破镜之时，深知填饱肚子才有精力战斗的宁缺，拿出了临行前陈廷玉送给他的一团黑暗料理，还顺手将90师兄送的保命盒子当做音乐盒转送给了珊珊。原来这是一个撩妹神器。饥饿难耐的宁缺将那团黑暗料理抛进了水中，片刻之后，竟飘出酸辣面片汤的香味。这就是古代的方便面吗？爱了爱了！如此美景，如此美味，还有美女，真想在这中岛。待宁缺喝完后，突然感觉到一丝异样，转身来到湖畔，看着湖水里倒映着的雪峰，识海里的念力随心意而动，释出体外，与大明湖畔的天地元气已经融为了一体。他缓缓闭上眼睛，心意追随着念力不断散发，看到了湖底的魔宗山门，看到了奔跑而来的桑桑，看到了所有。这是对天地最细微的感知。待神魂归位，他慢慢说道：原来天地之间所有的痕迹都是符。这一刻，宁缺悟天地有感，由不惑入洞玄，前有朝小树观湖鱼入之密，后有宁缺湖边泡面入洞玄，佩服佩服。原来天地之间所有的痕迹都是符。这一刻，宁缺悟天地有感，由不惑入洞玄。与此同时，悟道有感的叶红鱼感知到宁缺已率先破镜，此时的隆庆道心大乱，一只脚已踩在致命门槛上的他，可能前进，也可能倒退，或者拥抱昊天神辉，或者堕落沉沦。这一次，他又输给了宁缺，更有那个涉及一生的赌约，输者自废气海雪山。隆庆舍不得，更不愿，所以他主动背弃赌约，顺着宁缺破镜时的元气波动，于天地间凝结出无数兵剑，向着宁缺袭来，是要消灭掉这个乱其道心之人。带着无尽杀意的兵剑转瞬即至，莫珊珊急忙画出符印抵挡。在知道了隆庆的歹毒用意后，宁缺看向了地上的铁盒，原石13剑在生死之际可以救你的命。这是由书院打造出来的独一无二的原石3剑，一若安好便是晴天。今天是个大晴天，适合射箭杀人。隆庆散发出来的气息太过强大，根本无需瞄准，就这样清清楚楚地出现在宁缺眼前。宁缺深吸一口气，举起铁弓瞄准远方那道悬崖，右臂缓缓向后拉动，紧绷的弓弦高速回弹，带动符箭猛然射出。这一箭跨越了时间与空间，这一箭惊了镜湖，乱了密林，也毁了隆庆。符箭洞穿了隆庆的胸口，撕裂了他的气海雪山。这一箭毁灭了他的所有。就算叶红鱼用西灵圣药保住了他的性命，但气海雪山被毁，终将是个废人。对于一个愿意将生命奉献给昊天的西灵神子来说，这样的苟活生不如死。隆庆此行最大的错误，便是不该拿桑桑当赌注，因为桑桑是宁缺的逆鳞，是他的命。事已至此，叶红鱼杀机浮现，很快便追上了宁缺。道痴至于道者，下代掌教传人，号称万法皆通，没有任何废话，直接开打。3人打斗间隙，莫珊珊知道自己的境界实力都远不及道痴，于是不计念力消耗，直接祭出自己最强大的手段焚天符。周围的空间瞬间急速压缩，刹那间变成一团透明的气团。临行前，眼送送的锦囊也被打开，乃是一道神符或字符，能够束缚天地间遇到的一切。但由于宁缺境界太低，这一切只控制住了叶红鱼片刻。在其祭出本命鲤鱼冲破符阵后，挥出一道摧口拉朽的剑气，将2人打翻。收回本命鲤鱼后，使出了昊天道门震慑世间的万剑宗道法，无数冰霜剑向着2人袭来。小而锋利的道剑像暴雨般击打在伞面上，发出巨大沉闷的撞击声，伴着强大的冲击力，震得宁缺连连吐血。鲜血染红了3师姐送的白玉扳指。突然，一股悠远古老的气息自湖底生出，令人心生膜拜之感。大明湖活了过来，湖水蒸腾翻滚，消失无踪。山门开了，禁制被破，魔宗山门重现世间。禁制被破，魔宗山门重现世间。竟然破了宗主的禁制，入了山门。夫子真的这么厉害？夫子还有12个弟子。哥，
你打得过他们吗？打不过。魔宗唯一被毁的不可知之地，于20多年后重新现世，而正在大战的三人各自都接到过宗门派遣的寻找天书的任务，此乃重中之重。是以叶红鱼暂且放过宁缺二人，就这样三人一起进入魔宗山门，只是悄无声息地与他保持着一定距离。眼见山门就在眼前，叶红鱼决定先干掉二人，也绝后患。别揍他，否则玉石俱焚。试试看。如果我们死了，你也未必能够顺利进去。珊珊说的对，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他们达成了口头上的结盟，待找到天书后，再各凭本事抢夺。叶红鱼无意间触碰到了山门前的石头，数道金色纹路浮现，直接将叶红鱼逼退。莫珊珊看出这竟是传说中的快垒大阵，此阵法横亘天地之间，强大程度远胜裁决寺的凡龙神阵。当年柯浩然单剑闯魔宗，也将此阵毁过一次，如今的威力早已十不存一。忽然间狂风大作，飞石出，快垒现，要将三人活活埋在此处。危急之时，宁缺想到了书院58师兄送的外挂，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好好静下心来，下一盘棋。在莫珊珊的指挥下，黑子在天元，白子放星位，顿时散落的棋子经自行排列，与快垒大阵遥相呼应。转眼间，大阵便停止运转，自行退去。三人来到魔宗山门前，石门紧闭，一入荒原立刻戴上，出了荒原马上摘下。这时宁缺手上那枚白玉扳指似激活了某种禁制，石门受到感应，缓缓升起。三人进入魔宗山门后，发现里面一片破败荒凉，支离破碎的白骨随处可见。想着当年在死地发生的惨烈战斗，不由心生寂然。通道尽头有一横立的石碑，乃是当年创立魔宗的那位光明大神官所留的无字碑，却被后人以桀骜不驯的剑意刻下了一行不可一世的字：书院柯浩然灭魔宗于死。宁缺沉默看着石碑上的剑痕，感受着字里行间拔剑问天的浩然剑意。他强大骄傲却不屑霸道，他俯瞰苍生却不屑看天。随后三人绕过石碑，来到魔宗大殿，这里的白骨也越来越多。在三人来到大殿的时候，骨堆突然动了一下。谁？那是一个老者，老到头发早已落光，深陷的眼窝像两个黑洞般极为恐怖。20年的幽禁竟然还有活口。宁缺知道这种超出常理难以理解的事情，一般都蕴藏着极大的凶险。我是一个一次复制，当年做过一桩极大的错事，我所负于此，以此赎罪。连生32，半半各不同，学贯道、佛、魔三道，当过佛宗护法，也做过西陵裁决大神官，更是魔宗的大弟子，是当年世间真正的顶尖强者。为了消灭入魔的柯浩然与魔宗，他改变身份混入魔宗后杳无音讯，没想到竟还活在世间。我依然是我，能不能想到这棵树是你们当中的一个人是靠近我，便可继承我更幸运失传已久神术。连生的声音如莲花般缓缓绽放，轻柔回荡，让人不由心生幸福。同为神殿的叶红鱼对连生的话更是深信不疑，眼露迷茫，缓缓向他走去，双膝跪地，谦卑低头，虔诚地卸下所有枷锁，将精神世界完全的敞开。连生艰难地站起身，枯瘦如鬼的脸颊上的温和慈悲瞬间变成极端亢奋，一道虚弱但纯正浑厚的邪恶气息从连生掌心释放开来。远在山门外的夏侯也感应到了这股令他又惊又喜的气息。叶红玉豁然睁开双眼，看着那近在咫尺的苍老面容，感觉识海里的念力如洪水一般向体外宣泄而出，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
但他身体失去控制，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而此时的宁缺莫莎莎也在幻境之中，神情惘然地向着连生一步步靠近。突然，90师兄赠予的阴核掉落，不动自开，音律响起，冲散了连生的魔音。宁缺莫莎莎震惊醒来，明白先前竟是被连生的精神力量所控制，也看到了被连生魔气蚕食的叶红羽。这哪里是传承，分明是极度邪恶的魔宗功法，吸食他人血肉，补充自己的修为，来冲破这繁龙大阵。此时的连生再无丝毫虚弱模样，看着倒地的叶红羽，正欲向前再次动手之际，意念的锁链迅速缠身，繁龙大阵化为枷锁，再次锁住了连生。你却终于明白过来，原来连生根本不是自负赎罪，而是被柯浩然以青石为泥，见魂为债，布置的繁龙大阵关在此地，承受折磨数岁。借此机会的叶红羽拼尽全力正欲逃走，却被连生肉体释放的一道混沌虚影直接叼了回来，不停地蚕食着他的血肉。莫珊珊也认出了，这是连魔宗四身都厌弃的饕餮魔功，专门吸食他人血肉滋养己身，乃是世间最邪恶的功法之一。究竟什么人？佛子，道士，大魔头，神仙老虎来拼狗！我这一生扮演的角色太多，甚至连我自己都嫌弃忘了自己是谁。我乃连生32，般般可不同。我欲成佛变成佛，我欲成佛变成佛，我欲成佛变成佛，我欲成佛变成佛。这个学贯道魔佛的一代传奇，却偏偏选了一条最血腥的道路，选择与这个世界为敌，因为他对这个污糟的世界早已失望，想要推倒重建，却被终日镇压在这不见青日的地方，承受着孤独与绝望。连生越说越气，饕餮虚影尽出，不停地吸食着三人的念力。随着境界的恢复，渐渐地摆脱了繁龙束缚。叶红羽感受着念力的宣泄，他低头无力地跪在地上，目光里终于涌出决绝自弃的意味。自降境界由知命，直接降落到洞玄境，顿时一股磅礴强大的气息从他的身上喷涌而出，直接冲破了头顶掌心间的精神控制。但即使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却也未能伤到连生丝毫。连生正欲再次出手之际，莫莎莎于魔宗山门外方快垒大阵有误，画出了一道简化版的快垒大阵，不意盎然凝聚无数白骨碎屑，墙上的残垣断壁成快垒，不意运击的快垒尽数射向了连生。连生面色冷漠地摊开双臂，便倒下了这不弱于致命威力的神符大阵。念力消耗殆尽的莫珊珊随着符印的消散跌落在地，晕了过去。而此时的宁缺神似有些恍惚，他已经进入了空明之境，面部山门的剑痕，繁龙大阵的浩然气不断进入他的身体，剑气不断轰击着气海雪山，滋润强大着他的身躯，如同柯浩然再世传功，气海雪山间的磅礴剑意呼啸而过，浩浩荡荡，横无际啊，直冲天穹，好不快哉！是为何物？宁缺也终于悟出了这句话的意思，那便是浩然气，虽千万人无一亡矣。待传承完毕，宁缺睁开双眼，气海雪山已纷纷移出，提起破刀挥出数道剑气，幽静的房间里惊风大作，连生罕见的面露凝重。浩然剑气入体，便是入魔，等同于另一位柯浩然。也从繁龙突破的连生化作32道分身，连生32泛泛皆污。而此时的宁缺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破刀起，分身灭，眼见分身越来越少，宁缺望着那个唯一未动的分身，飞身跃起，挥出了他此生最强的一刀，猛烈来到连生跟前，一刀将其劈散，瞬间大地中的分身齐齐消散，只留一道身影在场中显现。那浩然剑气的一刀也消耗光了宁缺所有的念力，瘫软在地。这名垂垂老矣的绝世强者，在死亡到来前的这一刻，终于从宁缺的身上看明白了一些事情。我明明摆脱了繁龙，我此
连生看着逐渐消散的右手，用尽最后一丝念力信了宁轩，欲与他同归于尽。既然只能在死生中，那又何必执着展现着黑白？直到他看到了那枚白玉扳指，明悟了一切。你还是太弱了。想起了当年魔宗那个拒绝了他的衣钵传承，却跑去修行希望渺茫的23年禅的那个男孩。那一声叹息声中，连生将自己毕生的感悟意识尽数传给了语言著名的宁轩。做完这一切，消散于大殿之中，尘归尘，土归土，白土归白土，从此世间再无连生32。宁缺在荒原打怪升级的日子里，长安城来了一位枯发生魔的老人，正是那位从桃山幽阁脱困的光明大神官魏光明。此时的他忽然停下脚步，因为朱雀天阶上的那方朱雀雕像缓缓睁开了眼睛，作为精神阵的阵眼，遮掩着整个长安城的天地命机，让他无法看到苦苦追寻了14年的黑夜影子。但朱雀也没能发现什么怪异之处，因为魏光明收敛了所有的气息与能力，如今只是一个极普通的暮年老者。就这样，这位腿脚有些不方便的佝偻老者缓步穿过了朱雀拱门，也预示着这个名为长安的唐国都城将再无安宁。朱雀动了，他来了。他在哪儿？老人拄着木棍，在东京的街巷里缓慢行走，那双能够看到世间一切黑暗的眼眸里，却寻不到他想找的那抹影子。临近正午，老人循着香味儿买了一碗酸辣面片汤，提筷正欲享用之时，却被旁人撞翻，洒了一地。一个黑瘦的小姑娘提着食盒走了过来，面无表情看了狼狈的老人一眼，重新给他一碗酸辣面片汤，然后默然离去。魏光明望着这个黑瘦的小姑娘，竟是黑得如此干净，如此光明，从外貌到气质干净到了极点。糟了，是心动的感觉。老人跟着桑桑到了一条叫047巷的巷子，看见了一家叫老比斋的小铺子，痴痴地站在门口，看着他忙碌了整整一天，活脱脱的一位老年痴汉。待到打烊收工时，老人上前说道：“姑娘，我看你骨骼清奇，我这里有一本昊天神徽，你想不想学？”等来的却是紧闭的大门。少爷说今年的冬天比以往要冷，别着凉了。是啊，这儿的冬天比西陵的确要冷啊。这时一人自巷口缓缓走来，左手提笼，右手执剑，正是大唐国师李青山。魏光明静静看着他，缓缓直起身躯，佝偻瘦小的身躯竟骤然变得高大威猛起来。面对大唐国师，老人自然不再是那个喝茶吃饭看桑桑的普通老人，他是光明大神官。我的使命是阻止黑暗，那么黑暗的影子还漂浮在世间，那抹影子变得越来越强大，永夜将至。话音落处，天地元气一阵急剧的变换，老人随手挥洒出无数道光线，蕴藏着无上神威，光明大神官大放光明。李青山缓缓睁开紧闭的双眼，看着已经空无一人的巷中，表情变得愈发凝重。圣座之上，天穹之下，我终于知道这些话的意思了。魏光明没有出手，只是将自身的光明散发出来，便像太阳洒下的光线一般悄然逝去，难觅其踪。人间到处都是光明，又如何能寻得到魏光明？魏光明此时已经躲进了老比斋，心地善良的桑桑看着这个可怜的孤苦老头，决定让他暂住一晚。睡吧。谢谢你收留我。快睡吧。少爷，今天的风很大，很冷。我在门口捡了老流浪汉，他们都说好人有好报。我希望
这个好报能落在你身上。第二日，老头没有离开，而是沉默地赖在老笔斋看桑桑。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吃饭睡觉看桑桑，煨炉饮茶看桑桑，听曲打盹儿看桑桑，淘米摘菜煮饭切蒜都在看桑桑。看桑桑成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甚至忘记了自己来长安城的真正目的。魏光明眼中的他没有一丝杂质，绝对的透明与纯净，这更加坚定了他的想法，还要收桑桑为徒，传承昊天神辉。老人冥冥之中感觉到长安城将是他人生的最后一站，所以他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收一个传人，留下自己的衣钵。他感叹桑桑就是昊天赠予自己最珍贵的礼物。桑桑看着眼前这个成天盯着自己的古怪老头，甚至以为他想和自己生孩子。微秀摇头说道：“你是想找个老婆生孩子吧？”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能给别人生孩子。我真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找个徒弟继承我的衣钵。你是想让我做徒弟，还是想让我帮你找个徒弟？我是想让你生孩子。你还想认徒弟？别说疯话了。我说的不是疯话。直到某一天，魏光明出门买菜，家里进来一位不速之客，正是那位对桑桑一直念念不忘的三皇子。眼见桑桑独自在家，正欲行不轨之事时，老人及时赶到，用掌间的昊天神辉赶走了三皇子。直到这一刻，桑桑改变了主意，因为他看到了老人掌间的那抹圣洁光辉，确认学会神术后可以帮宁缺打架，不再成为少爷的负担。这个理由很重要。师父。世间再没有比这个小姑娘更适合做光明大神官传人的对象了，因为世上不可能存在第二个比她更干净的人。师父是除了少爷之外我最喜欢的人。神术便是感知操控昊天的神辉，感知昊天神辉需要极大的隐忍和耐心，哪怕是魏光明这种虔诚的昊天信徒，都花了10年时间之久。听着这话，桑桑若有所思，他抬起右手，竖起食指，指尖骤然生出一抹暗淡微弱的光线。魏光明难以置信，痴痴看着他纤细食指前的光明。我的小心脏啊，瞬间感觉受到了10000点暴击。这位心灵人人敬仰敬畏的光明大神官，因为冥冥中的感应来到长安城，他没有找到那抹黑夜的影子，却寻找到了自己的传人。他破除了掌教亲自布置的樊笼阵，却在桑桑面前落入了生活的樊笼，成为了一个成天洗衣做饭打扫摘菜的市井老人，且麻木地乐在其中。相处久了，桑桑甚至和老人之间生出一种家人般的亲近感觉。他能感觉出老人对自己是真正的好，只比宁缺差那么一点点。师傅你输了，打手板，你打我。人自最难说，别一语道破，坠入凡尘，几人能看透。但美好的日子终有打破的一天。一日，桑桑为老人做了件新衣服，莫名让他有所触动。他发现自己有些太过贪图老笔斋里的生活了，竟是忘了寻找冥王之子。于是第2日，爷俩一起出门买菜，却被马车上的颜色看了个正着。万万没想到，这个让大唐翻遍整个长安都没找到踪影的魏光明，竟然躲在自己徒弟的老笔斋，而宁缺又不在家。想着魏光明出逃西陵的意图，想到曾让朱雀异动的宁缺，颜色便以为魏光明是奔着宁缺而来。看着这个看似和蔼面善的老人，却是西陵杀人数量最多的光明大神官，颜色的眼角微微颤抖，
为了保全宁缺的安危，终于做了个极为重要的决定。他去拜见了唐王，请他代为保管精神镇的镇严处，并拒绝了唐王出兵支援的请求。如若有什么不测，还请陛下把这个镇严处转交给我徒儿。此时的颜色一心只想保护宁缺的周全，哪怕他就是冥王之子。他宁缺是我颜色的徒儿，有谁跟他过不去？我就一人一道符，把他们统统给我带走。另一边，来老比斋蹭吃的陈皮皮也知晓了魏光明的存在。知道他是谁吗？不是龙狼，他是光明大神官，是个多大的官？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的。魏光明知道自己到了该离开的时候，忽然非常凝重地对桑桑说：“桑桑，我要离开了，你跟我走吗？”我得在家等少爷回来。桑桑知道老人对他很好，老人也很孤单，但他却有不能离开的原因。老人早就料到会听到这个答案，微微有些伤感。这时颜色推门而入，两个老戏骨终于见面了。在一番看似老友重逢般的温暖对话里，字里行间却隐着无数道神辉道心，而这一切不过是生死之战前的过目戏。当年的同门已然变成世间的大人物，某人成了颜色大师，某人成了光明神作。然而道不同不相为谋。魏光明知道，因为当年的那场血案，唐国不会放过自己，最终一战不可避免。说不早了，年年，我俩找个好地方，明天找个好地方。第二天一早，老人将老比斋收拾得一尘不染，身上仅剩的碎银也留给了桑桑，穿上桑桑做的新衣，随后看了一眼这个自己一生中生活过最幸福的地方，缓缓推开铺门走了出去。提前出门选好了一块风水宝地。另一边，颜色一改尤物邋遢的形象，穿上崭新的道袍与师弟拜别。我要走了，好好保重。好，师兄，等你回来。一言为定。空中下起了鹅毛大雪，收到消息的君莫早早地赶到老比斋，一来是观看二人的大战，感悟自身；二来是怕二人动静太大，破坏长安城。随后颜色进入屋中，二人并未多言。魏光明让桑桑带上家中的新瓮，而颜色却让桑桑带上家中的旧瓮。就这样，桑桑抱着新旧两个瓮，作为两人大战的见证者，一同坐上了颜色的马车，向着城外驶去。风暴来临的前一刻，总是无比的宁静。山道上的两个苍老身躯，看似都很寻常普通，然而当他们行走在无垠草坪间，竟走出了飘然欲去的离世之感。走在中间的桑桑抱着两个沉重的瓮，低着头沉默不语。一个是世间最强的神符师，一个是举世无双的光明大神官。此战过后，不知是新瓮填满，还是旧瓮变重。此战过后，不知是新瓮填满，还是旧瓮变重。两人以猜拳决定谁先出手。话音刚落，颜色首先出了石头，数千块山石自地面悬浮而起，立即布于空中。魏光明平静站在漫天石雨之中，右手出步，高举过顶，随着一道青光闪过，漫天石雨化作齑粉。山石间渗透出来的强大符印，与这些蕴着圣洁气息的神辉光点相触，并没有产生恐怖的结果，而是亲近地依偎在一起，逐渐形成一道无形的屏障，如一道美丽的彩虹。魏光明打出第8套广播体操，无数粒微弱的光点从他的指尖散出，遮蔽住了阳光，幻化成无数雪花从天空飘落。颜色神情凝重，感受着那股世间最纯正的光明，使出了自己的最强绝学井字符。倒绣一舞便是一横，崖壁石缝又是一横，两横两竖，横竖接二便是井。天空一片黑暗，有能力让昊天神辉暗淡消失的符道，已经超出了昊天允许的范畴。魏光明看着眼前
无数道细致不可见的线条在心底发出一声悠悠叹息。直到在这一刻，颜色终于向着五境之上迈出了第一步。魏光明那根洁白如玉的指尖沾着一抹神灰，双臂朝向东方的天空直指苍穹，异常坚定而执着。此时的他同样跨过了五境，进入了天启境界。光明自卑而冷漠，他普照世间，他无处不在。这场世人根本无法理解的战斗落入桑桑的眼眸后，美丽到了极致，也令人心悸到了极点。磅礴的气息与神圣的光辉，横亘天地的符意，最终化作漫天的流火，如同夜穹里盛开了无数朵美丽的烟花。两位老人此时已经超越了五境，甚至走到了更远的地方，清晰地看到过去与未来。我看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道，其荒原之美，与此间相会。我看见一束光芒，贯通古界，无始无踪。颜色知道那道前所未有的大符是真实的，是真的能够写出来的，所以他喜悦感动的无以复加。光明大神官望向北方，却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真正进入天启境界的他，在那刻明悟了很多以前一直无法明悟的事情。老人回头望向身旁的桑桑，苍老的脸颊上露出犹豫挣扎的神情。他看透桑桑就是那抹黑暗的影子，但他同样光明，直至最后终于解脱释然。我终于看清楚了一切。到这个时候，他终于看清楚一切。我们都错了，也都对了。哪有什么对错？是我们都悟了。师兄，那就把无趣的事交给他们吧。把这个世界都交给他们吧。一阵寒风吹过，崖畔并肩站立的两位老人瞬间羽化，灰飞烟灭，离开了这个世界。一个转世成了人见人爱的苏大强，一个成了和蔼可亲的魏忠贤。魏光明这一生精彩绝艳，堪称桃山最强者，却因所谓的机缘被囚14年。他逃离桃山来到长安城，却未能找到那抹黑夜的影子。在临死前的那刻，终于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黑夜的影子是什么模样，看到自己的传人将继承自己在世间大放光明，所以他离去的很是安心。而颜色这一生嬉笑怒骂游戏人间，却是第一个凭符道逆天越武境的强者。在临死前那刻，他看破了黑暗与光明的轮回，看到了那道大符，知道自己的传人宁缺将来一定会在世间写下一道他这一生从未写出来的大符，所以他离去的非常安心，甚至愉快。孤零零的桑桑在无声的哭泣，崖上的山风一直在吹着，那两堆骨灰被卷得到处都是。桑桑跪在地上，伸出双手捧着灰往瓮里摆放。走来的君莫看着身前的流云，伸出手轻轻感知那两道快要完全散尽的气息，凝灰入瓮，为这两位世间最伟大的老人送行。此时的昊天道南门内，大唐国师李青山盯着对面空无一人的蒲团发呆。他知道自己以后再也看不到那张脸了。世人只知昊天南门自己这个国师，却极少有人知道师兄所有风光都让自己占了。然而当年柳白那剑是师兄帮他挡的，如今魏光明来到长安，最终挡在自己身前的还是师兄。想到此处，悲痛欲绝。而西陵天域神殿内，也已然感知到了光明大神官的离世，响起一声悠然的叹息。光明的传人岂能流落尘世？当以最高礼节昭告天下，接光明之女回道门，无关对错，一切皆是机缘。光明不灭，昊天永存。颜色与魏光明双双越武境，羽化祭天。而此时魔宗内的三人还毫不知情，宁缺木珊珊寻遍魔宗也没能找到天书的下落。不知何时，道痴也已经从昏迷中醒来，
疲惫地靠到墙壁上。3人之中，他受伤最重，接连被连生施了2次饕餮魔功，最后又强行堕尽，早已不复往日的风采。宁缺见状也不与他计较，帮他涂抹了11师兄送的疗伤药，又赠予了7师姐送的手帕。小师弟你真棒，师兄师姐送的东西都让你拿来撩妹了。珊珊，你没事吧？我没事，我只是眼睛不太好。那你小心点。痴男怨女，我是喜欢他，却也知道他还不够喜欢我。珊珊，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我还想听。我喜欢你。之后，宁缺通过连生的意识碎片找到了魔宗的出口，3人共同逃离了魔宗大殿。来到天气山的3人遇到了一名抱着血狼的少女，正是魔宗当代圣女唐小唐。此时3人皆是重伤在身，自然不是对手。于是宁缺搬出书院13先生的名号，而唐小唐曾在哥哥口中得知夫子比宗主还厉害，便一心想由书院学习。宁缺心想，反正我说了也不算，先忽悠过去，当即答应下来。哎，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口说无凭。我难道还能耍赖不成？我觉得你会啊。立约为证。这荒郊野外的，你有没有笔墨纸砚？我有。珊珊你真棒！突然异变陡生，一杆长枪呼啸破空袭来，宁缺急忙撑开大飞伞抵挡，却被长枪上的无尽威能震飞出去。人未到，枪先至，打断了师傅的珊珊，击碎了咒语拔剑的叶红鱼，一招擒龙功顺手夺走了宁缺在魔宗内带出的铁盒，只一招便击败了世上最强的3个年轻人。待来人停下脚步，宁缺望着这个魁梧如山、霸气侧漏的中年男子，正是那个屠灭林家满门、杀害自己亲人、有着血海深仇的大唐镇北大将军夏侯。骚骚守在魔宗山门前的夏侯，等着坐收渔翁之利。大敌当前，宁缺抽出破刀冲了出去，却被夏侯横枪一击挡了回去。宁缺竟撑不了1个回合，便被长枪逼得节节败退。就在枪尖即将临身一刻，却戛然而止，停在了宁缺的身前。不是夏侯手软，而是被一股强大念力挡住。一名书生凭空出现在宁缺身旁，这名书生眉直眼阔，神情可期，腰间系着一只木条，插着卷旧书，没有流露出任何强大的气息。然而只要他站在这里，夏侯却不敢再向前移动分毫，因为他是书院大师兄。夏侯见状，反正天书已到手，抛下一句抱歉，便匆匆离去。他来到一无人处，夏侯望着那抢来的盒子，想着只要天书在手，便有可能冲破5境，获得真正的自由。然而里面只有一堆暗淡的灰烬，正是师傅林生的骨灰。这是化成灰为认识你。本以为天书到手，却没想到乔的祖宗，还得磕头跪拜。另一边，众人终于离开了魔宗山门，叶红鱼、唐小唐相继离开，莫山真正也离去，就此别过。换回武器。不行，这么大片荒原，你一个姑娘家怎么能一个人走？珊珊应付得来。不行，我说不，我不行。宁缺，你这双标也太明显了吧！然而大师兄早已看穿了一切，还收了莫珊珊为义妹，想要撮合2人。恭敬不如从命啊！谢谢大先生。谢和13先生。入夜时分，宁缺望着书院这个修行、艺棋、弹琴、绘画、绣花、烹饪，样样都排在第一的大师兄，问出了心中的疑惑。那件丢失的天书到底在哪？你想知道吗？世人都想知道。说完这句话，他从腰间取出那卷旧书，递给了宁缺。什么？名字卷天书。世人指着那名书生平静喜乐，手中永远握着一卷书，时常诵读，却没有人知道那卷书便是始终未曾现世的天书名字卷。宁缺迫不及待地翻开书页，余光一瞥，霎时识海震荡，夹杂着无穷威压。可惜宁缺修为太低，无法观看。随后大师兄提出回长安途中
去趟土阳城会一会夏侯，只因他对小师弟动了杀心。而任何想与书院为敌的人都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而此时的龙骑像具行尸走肉般，赤裸着双足，木然地向荒原北方走去。有的人还活着，但已经死了，甚至比死了更加痛苦绝望。寒风刺骨，片雪压身，渐渐消失在风雨中。次日，宁缺三人闯入夏侯的驻地，而夏侯却无法拒之门外，因为三人之中有一位身着棉袄、腰系水瓢的书生，他叫李漫漫，书院排行第一的大先生，无惧禁忌的大修行者。自从进门后，宁缺就一直望着着手的夏侯，因为他实在是很想真真切切看一看这个10几年来深深刻入脑海的生死大敌。而夏侯却是端着酒杯自饮自酌，仿佛感觉不到宁缺那似要杀人的目光，神情淡然自若。他对三人的来意心知肚明，于是夏侯一开场便主动提及自己的身世，承认了自己魔宗余孽的身份。当年柯浩然单剑灭魔宗，夏侯便带着妹妹逃到了唐国入伍从军，慢慢积累军功而至大将军。而妹妹则是成为了大唐的皇后。不料某日，他身边最爱的小妾魔宗身份曝光，西陵借此事大做文章，有掌教传书于朝廷，向夏侯施压。为了不连累自己的妹妹，他只好烹杀了他最爱的小妾，以此取信西陵，被迫了魔宗做了神殿客卿，成为了西陵的一条狗，在光明与黑暗间反复无常，苟延残喘。当年西陵大神官预言冥王降世，他不得已听命于西陵，充当了刽子手，屠了林家满门，更是在手下调查中得知了宁缺这个漏网之鱼，才有了后面的一系列袭杀，沾满诸多鲜血，但他并不后悔，一切只为了保全宫中的妹妹。当年夫死，讽刺与夏侯无为二字，便是让他无所为。世事本无常，若从一开始时他什么都不做，或许可以避免诸多烦恼，但现在却一错再错，无法挽回。待夏侯说完后，大师兄缓缓开口：你下令让林陵假扮马贼是小事，你想抢夺天书也是小事，你是魔宗余孽同样也是小事，但你想杀我小师弟，这便是大事。你归老吧。夏侯大将军老吗？当然不，这位武道强者还处于自己人生最强大的阶段。然而就在这位不可一世的将军自己的府邸里，就在这既清微寒的冬园里，那名穿着旧袄破鞋看似寻常的书生，毫无理由却说他老了，让他归老。此言一出，便要抹掉夏侯16年来的赫赫战功。泥人尚有3分火，就算他忌惮书院大先生，但夏侯毕竟是武道巅峰强者。此时他面色冷如寒铁，似妥协般望着宁缺，举起了杯中酒。突然一股霸道至极的威势自天地间向着宁缺宣泄而出，让宁缺受到了从未感受到的极度威压。眼前事物渐渐模糊，就在他即将失去意识的一刻，大师兄也举起了酒杯，轻描淡写般望向了夏侯。霎时一股温和却极度强大的威压扑向了夏侯，凝结的念力甚至灼红了夏侯的酒杯，掉落在地，方才释放了威压。宁缺长呼一口气，夏侯也终于认命。感谢大先生宽厚，我答应书院辞去所有官职。见目的已经达成，大师兄转身带着二人离开。离开夏侯府邸后，宁缺独自在城中闲逛。深冬的濮阳城寒风如刀，街道上只有冷冷清清的几人。这时迎面走来一位包裹严实的暗侍卫，向他传达了一则都城的消息。神符之颜色已于不久前与叛离桃山的光明大神官同归于尽。宁缺闻言，身体骤然一僵，他对颜色的感情早已超出师徒之谊，近如父子。他有一股很强烈的直觉，那位光明大神官之所以去长安城，应该是在寻找自己。师傅是为了保护自己而现世的。他缓缓闭上双眼，痛苦地回忆着当初在春风亭雨月的初次相见，回忆着拜师时颜色屠夫般的微笑，回忆着长亭下无人知道的初次问答，回忆着长城内外师徒二人留下的足迹。突然一道刺耳的声音打断了宁缺的回忆：
怎么哭了？我记得你。师傅死了，再也没有人护着你。可偏偏这个时候，我来了。而林林竟然还有另一重身份，他是来自西陵神殿的符师，为了光明而来，劫杀他这个冥王之死。他知道宁缺气海雪山只通了10窍，念力少得可怜，是以上来直接手捏符印，以符印切断了场中的天地元气，以致宁缺的诸多手段无法施展。想着刚刚离世的师傅，想着夏侯即将卸甲归田，而自己大仇未报，他心中生出诸多悲苦不甘，种种情绪汇集在一处，将那些悲伤燃烧，转化成滚烫的灰黑色，直至将他烫得心神有些失守，身体里味道自连声传给他的魔气开始苏醒。林林见状大惊失色，已然入魔的宁缺体内早已存够了丰沛的天地元气。宁缺拿起了那把已经失去符文线条变成了仿铁的刻刀，带着满腔愤恨砍向林林的面目。他的明明毫无招架之力，手腕翻转，踢膝盖顶翻了下巴，还未等他做出反应，抛出了那把如同堕入泥沼的枯刀，贯胸而出，当场气绝身亡。原本宁缺积蓄的满腔愤恨不甘正无处发泄，你却找上门来，感谢老铁送的人头。此时的长安城内，桑桑因为收留西云桃犯为光明而被军部收押。今天是除夕，没有少爷，没有酸辣面片汤，只有冰冷的土炕。寒风落雪间，外面人来人往，雪飘雪落，飘散进来的雪花落在了湿冷的被褥上，落在了他瘦小的肩膀上。桑桑的神情有些纳然，孤零零地蜷缩在角落里，似乎已被这个世界遗忘。第二日一早，王景略过来提审，却没有问出任何有价值的内容。眼看桑桑油盐不进，正欲入刑之时，牢门被人一脚踹开，走进来一名胖胖的年轻人。桑桑，对不起啊，我来晚了。你谁呀？擅闯军部大牢。桑桑，我们走。这是军部大牢，不是街边饭馆。你想走就走。王景略悬在身畔的右手微颤，小胖看着他的右手微微皱眉，然后极为随意地伸出食指。突然，王景略的胸腹陡然下陷，仿佛被一道无形的巨锤击中，猛烈撞击到身后的墙上。陈皮皮看着墙下嘴角淌血的王景略，有些无趣地摇了摇头。知命以下无敌，终究还是知命以下。十二先生又把人带走，咱们也得留句交代。我凭什么给你交代？那我怎么交代？我管你怎么交代。就这样，陈皮皮带着桑桑一步肉三颤地离开了戒备森严的长安府。唐王也在此时得知了桑桑公民之女的身份，加上书院的介入，此事就此作罢。今天是正月15，夜晚的长安城变成了灯的海洋。皇后在后宫宴请群臣家眷，而李云为了在皇务争夺中获得书院的支持，也带上了桑桑邀其一同出席。因为宁缺是书院入仕之人，日后大唐帝国皇位传承之时，他的意见非常重要。待李云携桑桑觐见时，文渊阁大学士曾建的夫人看着微飞的桑桑，总觉得似乎在哪里见过他一般，心头莫名说出怜惜心疼的感觉，不由想起了15年前丢失的女儿，越看越出神，越看越亲切。待宴会结束后，他找到在后花园中的桑桑，看着亭下那个纤瘦的身影，不知为何心头一酸。待打听出他的生辰后，愈加激动，便约其明日去府上一叙。第二日，桑桑拎着一块腌好的松枝腊肉上门赴约，而曾静夫妇早已在学士府门口迎接，并设宴款待了桑桑。席间为桑桑端来一碗梨汤时，故意手滑掉落，汤汁洒在了桑桑的布鞋之上。你是故意的吧？我只想给你洗脚。桑桑没有生气，因为他感受不到这位夫人的恶意，反而能感受到对方切切的善意。桑桑并未多想，脱下布鞋。桑桑的脚很小巧，肤色雪白，右脚上有块桑叶形的胎记。看到这一幕，让夫人险些晕厥过去。
15年的寻找，终于寻到了自己的女儿。而这从天而降的亲人，让桑桑有些不知所措，情绪有些茫然。桑桑还是回到了老比斋，因为他在这个世上睁开眼睛看到的第一个人是宁缺。这些年来一直和宁缺在一起生活，甚至可以说他的生命里只有宁缺，那里才是他的家。桑敬夫妇多次寻来，哀求其回去当大小姐，而不是在这里当端茶倒水的侍女，却都是无功而返。这日，陈皮皮跑来约桑桑下棋，此时的桑桑根本没有心情下棋，只是一边吃面一边勉强应付着。这时宁缺一行人自荒原归来，桑桑，听闻少爷声音的桑桑急忙回头，尚未咽下的汤面还挂在唇边，而他发现除了日思夜想的少爷外，还有一位一袭白衣洁净淡雅的绝色佳人。两人四目相对，珊珊看着那个金汤铁秤的桑桑，那个宁缺永远挂在嘴边的我家的桑桑，与自己想象中的俏皮侍女大相径庭，不免有些吃惊。桑桑看着从未见过的女子，有些无来由的慌乱，躲开了求抱抱的少爷，跑进了厨房之中。桑桑，我回来了。我在给你吃茶。宁缺看着消失在帘后的桑桑，有些诧异，却也未放在心上。之后便向陈皮皮介绍了书痴莫珊珊，话语之中是掩饰不住的喜欢。而珊珊看着满屋子宁缺的字，毫不掩饰自己的喜爱。眼见屋内二人你侬我侬，柔情蜜意，实在看不下去的单身狗陈皮皮找了个借口跑去了后厨。受到冷落的桑桑远远地躲在门后，看着情意绵绵的二人，看着那个温婉淡雅的女子，想着这便是日后的少奶奶吧，心中涌起一股烦闷落寞。入夜时分，众人皆已离开，老比斋重新成为了宁缺和桑桑二人的世界，安静且平静。宁缺在荒原的大半年时间，便是二人最长的一次分别。并未察觉异样的宁缺用力拥抱了桑桑，桑桑安心地靠在他的怀里，似乎日子又回到从前。不久后，桑桑从楼上拿下来新旧2个瓮，说道：睡在旧瓮里的是你师父，睡在新瓮里的是我师父。并说出了宁缺离开后发生的种种事情，唯独对找到亲生父母的事只字未提。第二日，来到郊外的主仆二人分别抱着自己师父的骨灰瓮，沉默不语地下葬各自的恩师。但宁缺却不想两人的骨灰葬在一起，因为那人是害死他全家、害死他师父的凶手，而桑桑却是固执地遵从师父的遗愿，将两人埋在一起。不是跟你说埋远点，埋远点，你怎么就不听？他是我师父，我师父一直在寻找黑夜的影子。他说那就是冥王之子。你是我们的仇人！指使夏侯杀林家对全家那个西陵人就是你师父，死那么多无辜人，居然认仇家做事。少爷没有知会一声就带回来15年来，主仆二人第一次爆发了激烈的争执。之后的日子里，宁缺时常与珊珊在长安城里并肩出游，又带她去了书院后山，认识了各位师兄师姐，才子佳人门当户对。而桑桑则是独自守在老别斋，过着和宁缺去荒原时一样的孤独日子。不同的是，以前的日子有盼头，而现在则是无尽的煎熬。直到一天，在护城河外，珊珊再次表露了心意。我曾说过，我喜欢你。我记得。那你喜欢我吗？应该是喜欢吧。他低头静静看着前方，脸上渐渐生出微羞的笑意。回到老比斋分别之时，莫珊珊不再隐藏自己的爱意，跳起来吻了宁缺的脸颊。而这一幕正好被在家中等候的桑桑看见，此情此景将桑桑的委屈尽数点燃。想着少爷回京后自己依然过着冷清孤寡的日子，想着少爷和莫珊珊在一起的幸福画面，桑桑心中泛起无尽心酸。终于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半夜时分，
桑桑悄悄爬起床，把地面扫得干干净净，收拾好桌上那些散落的笔墨纸砚。最后，他走到炕边，看着依旧在酣睡的宁缺，看了他很长时间。珊珊姑娘真的很好。然后背起行囊，沉默地离开，没有惊动任何人。出来吧，我知道你在哪里。你长得真好看，你的字也好看，你的一切都好看，真的好看。这手帕送给你好不好？多谢少奶奶。说完这些话后，瘦小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寒风中。宁缺自荒原回来后，整日与莫珊珊你侬我侬，倍感孤独的桑桑终于负气离家出走。清晨，宁缺从梦中醒来，唤了几声桑桑后没有应答，下楼将老笔斋寻了一遍，书桌整齐，地面干净，但依然没有听到桑桑的应答，只以为桑桑是出门买菜去了，忍不住摇了摇头，觉得还有些困，于是去睡了个回笼觉。天色大亮时，他再次醒来，走到屋外，发现前铺和后院依然没有动静，没有人回答他。老笔斋里一片安静，宁缺看着那些被擦得锃亮的桌椅，忽然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儿。他上楼掀开床板，取出匣子，看着那只剩下一半的银票，他终于确认桑桑是自己离开的，这让他一时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他慌慌张张地来到西城赌坊，找到了鱼龙帮齐四爷，心想鱼龙帮乃是长安第一大帮派，帮中弟子无数，然而一天的寻找却毫无收获。深夜时分，回到老笔斋的宁缺望着这个没有桑桑的家，每个角落里都透露着股冷清的味道。他觉得自己丢掉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那样东西。第二日，他去了公主府，终于从鲤鱼的口中听到了想要的答案，只不过这个答案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桑桑回到了那个自称是他父母的大学士家中。自从你回来，不就天天陪着那位大和国的叔侄姑娘？你怎么会关心自己家的小事呢？放肆！桑桑不是离家出走，是认祖归宗。文渊阁大学士府今日一片安静，尤其是书房里的气氛更是压抑紧张到了极点。僧静直接跪地感谢宁缺的救女及养育之恩。宁缺站起身受了此礼，却坚决要让桑桑重新回到老笔斋，就算对方是他亲生父母也不行，甚至搬出了夫子弟子的名号以示压人。你这年轻人毫无知理，全都应就是你。大人，您可以上渭城打听这舒碧湖的砍柴人，把我逼急了，直接一把火把你这宅子给烧了。你们不用怕他，他要真敢把这宅子烧了，我就去书院后山找二师兄。宁缺看着他那张微飞的小脸怔了怔，情绪很复杂的笑了笑，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看到了就好了。此时终于放松下来的宁缺回想起这整整一天一夜心中的恐惧，想起那种可怕的感受，难以抑制的生出了一股怒意，混合着那种莫名的酸意，最终化为了无数尖酸刻薄的话。虽然你换上了大学士家的衣服，可我怎么看也不像是这家里的人呢。我的事儿不关你的事。你的事凭什么不关我的事？我的事就是不关你的事。小女孩长大了总是要嫁人的，你的事情凭什么不关我的事？宁缺越想越是生气，他不准桑桑搬离老笔斋，更不准桑桑嫁人。朝廷还有哪些大臣的儿子没有娶妻？有。朝中名门世家尚有未婚配的男子，我嫁。你才多大点，不准嫁！我嫁。你才多大点，不准嫁！吵到最后，两人的声音越来越小。他能眼睁睁看着桑桑嫁给别人吗？无论是瘦瘦小小的清智少女，还是青春正盛的姑娘，无论是婚后变得臃肿唠叨的她，还是白发苍苍的她，只要她是桑桑，他就无法看着她嫁给别人。他不准桑桑嫁，
那桑桑凭什么要看着他娶？宁缺低下了头，有些无措，有些慌张，有些茫然，有些明白。他明白了桑桑清晨离家时的感受，也明白了自己的感受。然而仅仅明白是不够的。见桑桑铁了心不跟他回家，宁缺只得独自回到老笔斋。推开铺门时，发现没有咯吱咯吱响。他想起来这是桑桑绣好的。走进灶台，看着米缸里的几个鸡蛋，他想起来这是小时候自己教给桑桑的方法。没人给他搓澡，没人给他送饭，这一切的一切都曾是桑桑帮他打点好的。整整1天时间，他没有吃一点东西，只是怔怔想着心事。墙角整齐的柴堆，前铺干净的桌椅，勾起了他很多回忆。这才1天时间，自己已经孤单寂寞到难以忍受。离开长安去荒原的这大半年，桑桑一个人在家是怎么度过的？没有桑桑的家，没有烟火气息，四处透着股寒意。宁缺无法在这样的家里待下去，所以他再次离开。宁缺先去了礼宾院，大和国墨池院的弟子们都住这里，但他没有过去，只是远远地站在对面的几山假石间，沉默看着池边静静写字的白衣少女，美人如画，温婉淡雅。他看了很长时间，之后漠然地转身离开。他又来到了雁鸣湖边，在空旷无人处大声数落着桑桑的种种不是，像个泼妇般连声痛斥，发泄着心中的烦闷。又要出走，又要出嫁，想气死我呀！就算我要娶你，也不妨碍我喜欢更多人吧。突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陈皮皮告诉宁缺，后山为了宁缺娶妻一事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以大师兄为首的宁山派与以二师兄为首的宁桑派各执一词。李曼曼想撮合宁缺和莫珊珊，因为她隐隐看出了桑桑的不同，不想宁缺用情太深，以致日后难以自拔。君莫则强烈反对，他认为只有桑桑才能容忍宁缺所有的缺点。眼看两人越说越激动，于连赶忙站出来制止，提出让宁缺自己选择终身大事，才平息了这场争论。而陈皮皮也对宁缺的摇摆不定倍感愤怒，破口大骂道：我就不该给你吃我那个通天丸，你以为我想给你吃啊？那是桑桑硬抢的。你破镜的酸辣面片汤也是桑桑的。你的本命物是桑桑。他离不开你，你也离不开他。你可别忘了，你们是怎么活过来的。这一番话让宁缺如醍醐灌顶，不由得想起和桑桑十几年来同甘共苦、共患难的日日夜夜。莫珊珊和桑桑就像是他最喜欢喝的酸辣面片汤和白开水，面汤有味，有欢喜，有激情，而水无味，平淡又平凡。但不喝水可是会死人的。桑桑是水，更是他的命。明悟自己心意的宁缺踉踉跄跄地来到了礼宾院，桑桑是水，更是他的命。明悟自己心意的宁缺踉踉跄跄地来到了礼宾院，空中飘着零零落落的雪花，看着书桌旁的白衣少女，看着散落在衣裙上的黑发，看着她微闪的舒长睫毛和美丽的微圆脸颊，宁缺忽然生出想要逃离的冲动。听到来人的脚步声，珊珊拾起笔缓缓起身，含情脉脉望着宁缺说道：在荒原上，你答应过我，要给我写很多很多的便签，我要你写多少，你就写多少，写无数张如何？我该怎么写都写不完，所以我要你写一辈子。宁缺望着他期盼的眉眼，缓缓落笔。好，那就写一辈子。此时的宁缺再也不掩饰自己的爱意，用力抱住了珊珊，感受着彼此的心跳与体温，之后提起了笑盈盈的她，在雪地中无尽的旋转，直到永远。还沉浸在美好幻想中的珊珊上前索抱，然而那一切终究是镜花水月都成空幻。他上前半步，他后退一步，这一步让他所有的美好变得无影无踪。珊珊渐渐垂下了手。山主，对不起。雪花飘落在他的脸上，却依然遮不住脸上微见的苍白。看着宁缺渐渐抬起的手臂，那不是拥抱，而是拜别，亦是离别。这一幕让珊珊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极为难受。这种感觉是眼睁睁看着喜欢的他与自己错付终生的茫然空虚。待珊珊回礼之后，宁缺缓缓转身离去，不忍再看一眼。
只留珊珊一人在原地。大雪纷飞，所有的喜爱都随着雪花落地，掩盖了田野山川，掩盖了桌上所有的墨字，更掩盖了二人曾经所有的美好。他们二人因此结缘，也是因为那本便笺的拓本。他渐渐对写在这张便笺的男子多了很多想象，以至于未曾相见便生情愫。但爱情的世界里有太多的阴差阳错，只能说时光如水，总是无言。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之后，他随着莫成愿弟死一同回国。临行前，他给宁缺留了一张便笺。或许命运安排你们很多年前，便是单独的时间。不需要有人站在城门外轻敲，也不需要有人在院外冬树下呼喊打扰。荒原一路同行，很是欢喜。雪夜红墙，你曾说过喜欢，我曾说过喜欢是不够的，但至少你曾说过喜欢，我很喜欢。我喜欢你，百年的孤独只为你一人守候，千遍的临摹只为你一人而写。莫莎珊从此整日与书画为伴，终身未嫁。望你也多加努力，莫要令我失望。这日，宁缺与陈皮皮在长安街市闲逛之时，被一位叫做道士的苦行僧拦住。因为宁缺曾经羞辱过曲妮，而他就是曲妮不为人知的私生子。宁缺还没有准备好，便被轻敲禅杖的道士拖进了他的精神世界。乌云蔽日，荒草丛生。原来他是一位念师，念师可以直接以念力攻击敌人的识海，无形无痕，难以防范。宁缺见状也不多言，抽出朴刀，火符燃遍刀身，向着道士斩了下去。刀锋破风而至，准确地劈向他的眉心。道士胆然举起禅杖，一声沉闷的撞击声，刀锋和禅杖之间迸溅出无数火花，顿时一股雄浑的念力瞬间将宁缺压制。此时的他单膝跪地，手腕微微颤抖，脸色发白。街畔嘈杂热闹依旧，根本没有人发现街角此时正在展开一场沉默而惨烈危险的决斗。这已经不是身在红尘中意在三界外，而是以禅动念。此时的道士正将天地元气强行灌入宁缺体内，欲让其爆体而亡。然而宁缺已然入魔，天地元气的侵伐怎么可能杀得死他？他曾经与连生的精神世界相通，一生课业惊世骇俗。此时的他固守本心，默然一念，顶着无尽威压艰难起身，舍弃手中朴刀，血色魔气覆盖全身，劈开了道士的精神世界，重新回到了长安街道。道士眼神愈发幽深，宁缺不是念师，却有如此雄浑的念力，再加上如此恐怖的肉身强度，那么只有一种理由，原来你已入魔。此时的道士全力施为，再次将宁缺拉入他的精神世界。天空已被无尽魔气染红，道士此刻已然平逆，使出了天琴宗绝学天琴手印，乃是世外的无上妙技，只有大毅力决断者方能修行。需要杀宁缺之入魔之人，无尽的痛楚潜入骨髓之中，向着身体每一处炸开，令他的识海震荡，痛苦到了极点。然而宁缺凭着强悍雄浑的念力和入魔后的强大肉身能力，在度过那刹那的惘然之后，便渐渐掌握了局面。已经快要死了，你的姑姑没有告诉你吧？出门带伞，小心下雨。道士见状，使出全部念力，手力一击，只见宁缺从身后抽出大黑伞，黑伞如同一朵黑色的莲花，能够隔绝一应无形念力的攻击。于是撑着大黑伞的宁缺，便是世间所有烈士的噩梦。无数念力竟被大黑伞反弹了回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道士的识海在那一瞬间被震破，莲花净土被毁，佛宗大德道士舍身成佛，佛已灭，当场圆寂。第二日，宁缺刚到书院，就被陈皮皮告知夫子回来了。从未见过夫子的他，匆匆赶往后山。此时，其余的11位师兄师姐早已赶到，分站两列。中间是一位背对众人、素衣白发的高大老者，正是他从未见过的师傅，世间至强者夫子。宁缺赶忙恭敬施礼，
待夫子转身露出真容，宁缺心里顿时叫苦不迭。酒友？没想到夫子就是那天和他一起喝酒的酒友。他不但酒后发疯，对夫子出言不逊，甚至还把自己入魔一事说了出来。道士被我杀了，我怎么杀的他？不但你猜不出来，我那个思维老师，你也猜不出来。我跟你说啊，我入魔了。他就是夫子。完了，我完了。临到老死，决定最后再收一个学生，结果自己还没死，变成了他口中的死鬼老师。有教无类的夫子虽然承认了宁缺的弟子身份，但他心性不服正道，宣布暂缓举行拜师礼，罚他到思过崖闭关，等他彻底想通了再出来。如果一直想不通，就在那里待一辈子。听到宁缺要被罚闭关反省，弟子们震惊，望向端坐宇宙的老师。他们很清楚后崖对于书院来说意味着什么，一入后崖，再想出来便是难如上天的事情。上一个被囚在后崖的人是那个曾经名震天下的小师叔柯浩然。是以12位弟子齐齐讨好夫子，给小师弟讲情，洗菜做饭，吹拉弹唱，按摩捏背，希望老师收回成命，但丝毫动摇不了夫子的决定。在书院乃至整个唐国，夫子就是天，说出的话无人敢忤逆。平静的眼眸里蕴藏着不容反对的威严，众人下意识低下头去，再也不敢替宁缺出言求情。次日，宁缺带着桑桑来到思过崖，独自走进这看似普通的崖洞，洞口夫子设下了一道无形的禁制，除了宁缺处之极山外，其余人皆同行无阻。洞外自有青天，这也是你的机缘，好好把握吧，小子。看着夫子的背影，想着夫子也许是想借此事磨练自己心神，再送自己一场造化，先前心中那些负面的情绪尽数消解一空。另一边，道士的尸首被送回了月龙国，看着遗体的曲尼悲愤无比。在听闻道士最后使出了天琴宗，专门对付魔宗的天琴手印后，便认定宁缺入了魔道。堂堂书院的13先生，竟入了魔道，你就等着成举世之敌吧！新仇加旧恨，就这样，宁缺入魔的消息经曲尼的传播，各大宗门接收到了这个惊世震俗的消息。西陵更是想通过此事让书院成为众矢之的，进而灭掉唐国。于是通知前赴剑阁的西陵内奸，趁机用激将法所有柳毅清去挑战宁缺，以此激化剑阁与唐国的矛盾。柳毅清，剑阁洞玄巅峰大剑师，想要摆脱柳白弟弟的光环，闯出自己的名堂，于是独自来到长安，却收到了宁缺入崖闭关的答复。而他也不离开，只是整日在书院门口打坐冥想，苦等宁缺出关。宁缺被夫子关入思过崖，转眼也在崖洞中被困数十日。被囚禁在此的宁缺想要破关而出，便必须破掉崖洞口夫子留下的强大禁制。他不曾奢望能够战胜夫子，又不舍得废掉体内的浩然气，那么只能对浩然气进行改造，让浩然气入魔的本质不被世人发现，甚至做到满天栖地。宁缺经历了数次尝试，仍旧失败。直到他看见了桑桑指尖的那抹昊天神辉，隐约察觉到了不开禁制的关键。他现在体内的浩然气与昊天神辉本是同宗同源，如果能将浩然气的外显改变成昊天神辉的模样，那么崖洞对他的禁制便能迎刃而解。转眼已过去3月时间，宁缺身躯里的浩然气养育得越来越精纯，同时他对天地元气的运转规律甚至符道都有了明显的进步。这段时间内，世间也发生了诸多事情。枯坐在书院门外的柳毅清，日复一日地迎接着无数双目光的打量，感受着目光里的好奇与鄙夷，脸上毫无表情，仿佛毫不在意，在心里的笑意却有些微寒。这日，一名穿着蓝布大褂、手拿扫帚的老妇来到他跟前，开始扫地。柳毅清微微皱眉，心想：明明看见我坐在这里，这老妇人为何还扬了这么多灰起来？你连灰都不能吃，又怎么吃得了苦和闷？又有什么资格成就这不世之名啊？此时他亦有所感悟，修为更进一步，
已然看到了致命的门槛。陈皮皮在长安市集遇到了来书院拜师的唐小唐，看见他干净的眉眼、微黑的脸庞，不由心头微动，确认过眼神是心动的感觉。小12的春天来了之后，唐小唐如愿进入后山，却未能拜夫子为师，而是成为了3师姐于连的弟子。另一边，一路乞讨来到南海边的隆庆，无意中看到了飘扬在海上的只手观观主陈某。每一次痛苦都是走向光明的洗礼，要想更靠近光明，你必须承受更多的痛苦。你相信光明吗？相信。上船吧。当即跪地抱上了这个世间第2粗的大腿，恭喜隆庆获得复活卡1张。与此同时，天域大神官亲自带领的神殿使团也已抵达长安，迎接光明之女回家。恭迎光明大神官！从未见过如此阵仗的桑桑，只知道自己的家是在老比斋，又不忍违背师父的遗愿，一时无法抉择，在原地踌躇。得知此事的皮皮急忙将消息告诉了崖洞内的宁缺。听到消息的宁缺如坐针毡，急切地冲撞着禁止。桑桑如若他的命不可或缺，突然想到了桑桑指尖的那抹神辉，如同顿悟般放下了一切杂念，用最纯粹的气息就能进入这道禁止。神情恬静，盘坐原地，体内的浩然气开始旋转起来，崖洞里的天地元气自四面八方拼命向他身体里涌入。洞内狂风大作，沙粒枯叶在洞内漫天飞舞。他缓缓起身，轻呼了一口气，崖洞里恢复了宁静。山风渐停，宁缺缓缓走出了崖洞。他终于做到了让浩然气与昊天神辉同治同行，同时也破了崖洞的禁止。来不及高兴的他飞奔下山寻找桑桑，直接越过了天域院副神官。他不准许，更不舍得桑桑离开。任立雪听闻大怒，光明大神官岂可一辈子当人家的侍女，实在是让人不齿。谁说他只是我的小侍女？桑桑在，我在。我们的命从来都是绑在一起的。你不许离开我，我要娶你。宁缺擅自替桑桑做主，拒绝了西陵的要求。在回后山的路上，看到了在长廊等候的柳一清。柳一清看着这个让他在凄风苦雨中整整等了3个月的13先生，眼眸瞬间明亮起来。3个月的运机让他拥有了最磅礴的剑意，而一个在荒原上才破进入洞穴的人，又如何能是自己的一剑之敌？宁缺的眉头微微挑了起来，因为他认得这把剑，剑的主人是一个穿着磊落青衫、清俊洒脱的男子。他是老比斋的第1个客人，他有一个非常嚣张的姓，有一个非常温柔的名，曹小树。他有一个非常嚣张的姓，有一个非常温柔的名，曹小树。青钢剑是他的本命物，此刻剑在，人却未知。他杀意顿起，询问曹小树生死下落。柳一清也不搭话，只是持剑跨步杀来。宁缺沉默，闭眼紧握腰间朴刀。很久没有看禅了。面对他倾注了毕生境界修为的一剑，只见宁缺铁刀向天，无数道金色的光线从刀身上喷薄而出，如一轮艳阳跃出云海。刀身上的昊天神辉骤然间爆开，化作一道恐怖至极的天地气息，击打在柳一清的脸上，映入他的眼帘，刺入他的识海，亮瞎了他的双眼。只一招便让柳一清败北。这一刀浩然气进化成昊天神辉，便是西陵神官也是深信不疑。入魔一事就此平息，场间发出一道凌厉的惨叫，眼中世界变得一片黑暗。任他见仙赛如此坚定，此刻也不由心神涣散，胡言乱语，甚至动了轻生的念头，情绪崩溃，昏死过去。今日书院2层楼，所有人到齐欢迎小师弟出关。今天他将正式拜在夫子门下。宁缺跪在夫子椅前，恭恭敬敬地磕了3个响头。夫子接过茶，缓缓啜了一口，拜师礼便正式完成。欣喜曹小树安危的宁缺向夫子询问道：“我和查二哥有过命的交情，学生想知道，查二哥他究竟如何？”不过是鬼门关里走了一遭，现在一切安好。夫子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就如他所说，曹小树那天误闯藏剑阁，被柳白重伤跳崖逃走后，被一位容貌清秀的寡妇所救。
浪荡半生的他与那寡妇渐渐互生情愫，就此安顿下来。另一边，天域大神官亲自与宁缺交涉，希望将桑桑带回西陵。宁缺则以桑桑年纪太小拒绝，让其3年后再去西陵继承光明之位。而天域大神官也是干脆的答应下来，因为他已然预见到了未来。3年后的桃山上，我看到了光明，它的强大超乎了我的想象。我只看了他一眼，便险些瞎了。与此同时，柳叶青在书院惨败，亮瞎双眼的事情传回了南境剑阁。柳白这才知道，弟弟上次去长安挑战宁缺，一朝败北，竟还用的不是自己的剑。他的声音渐寒，在问清来龙去脉后，弟子们都把矛头指向了那个西陵奸细，那个他养育了7年都没捂热的白眼狼。原来当日曹小叔败北后，并没有被放走，而是被他准备私下处决。但由于一时大意，被曹小叔跳崖逃走，只留下了青钢剑。之后又借剑给急于证明自己的柳一清，为的就是挑起书院与剑阁的矛盾。柳白脸色微寒，冷漠说道：“裁决大神官坐这个位子，大概有多久了？23年了。20多年了，是该换换人了。”作为除却不可知之地外的世间第一强者，无论是披散的发丝，还是腰间的系带，甚至目光背影，都是剑。他自身就是一把横贯天地的剑。不等那名奸细求情，一道指尖剑气射出，一剑封喉，当场气绝身亡。之后他来到书房，静思许久后凌空出指，顿时一道霸气凌厉的大和剑意凝于指尖，在空中画了一道狭长的直线。随着他指尖轻点，空中剑意消散，落于纸上，形成了一把黑色的长剑。这副看似拙劣简单的画，却让柳白耗尽了心神，顿时显得有些微白憔悴。之后他叫来弟子，吩咐他将这幅画偷偷交给叶红云。往而不来非礼也。裁决老儿借了把剑给柳一清，他就借把剑给叶红云。借剑自然为的是杀人。而叶红云自从在荒原堕尽后，在裁决寺的威信跌入谷底。昔日在他面前不敢抬头的罗克迪，现在看他的目光都变得比以前放肆了许多，在他美丽的脸颊和曼妙的身躯上来回打转，甚至逼迫要求下嫁于他，且只给了叶红云几日时间考虑。西陵都以为他堕尽之后暂无恢复的可能，但他不是一般的修行者，他是视道如痴的道痴。在荒原上，他见过1000年之前的快垒阵，见过贯穿天地的浩然剑，见过连生的佛音妙地，而他现在只需要一个契机。直到一日，他收到了那封来自剑阁柳白的信。西陵都以为他堕尽之后暂无恢复的可能，直到一日，他收到了那封来自剑阁柳白的信，顿时一股浩然无垠的气息从那把薄薄的剑指上喷薄而出，蕴含着剑圣的大和剑意以及世间无敌的强大信念，仿佛看到了无尽的黄浊之水扑面而来。这便是剑圣柳白的剑道，剑在手中挥之便是一道大河，身前1尺无敌，便万里无敌。看着柳白毫无保留的演练，号称万法皆通的他再次踏入了知命境界。这一日，他一剑废掉了神殿统领罗克迪，刺瞎了他一双眼睛，之后借着夜色遮眼逃离桃山，了无音讯。另一边，龙庆在观主的安排下进入了知守观潜心修行，在看到天书杀字卷时，发现了书中记载的灰眼功法，专门吸食他人修为，乃是世间最邪恶的功法，于是默默记了下来。次日，龙庆去山涧挑水，忽然听到丛林里有一个苍老的声音呼唤他过去。当他战战兢兢走进一个山洞，发现里面有一个被腰斩的蓬头老者，竟是一位越武境的圣人。龙庆凭着突厥的慧眼功法，吸干了知守观后山半截圣人的一身修为，并擅自服下了道门仅剩一颗的通天丸，令他从废人直接破境到了知命境界，在观主的放任下逃离知守观。某日，唐王带宁缺来到御花园，遣散众人后，走入一条幽暗的通道，墙上满是师傅颜色生前所画的符文线条。待唐王插入镇眼杵，激活阵法后，在穹顶显现出一幅星空图，这便是世间第一大阵精神阵。随后唐王取出镇眼杵，转身交给了宁缺。宁缺双手郑重接过，感受着指尖传来的沉甸甸感觉，想着颜色生前的遗愿，终是接下了这份重担。而他还有一件大事没有去办，
他要为冤死的林家满门报仇。仅仅卸甲归田不足以抵消他的罪孽，他要夏侯的命。然而他与武道巅峰的夏侯实力差距犹如鸿沟，是以只能凭借其他手段来增大胜率。宁缺知道夏侯怕水，于是变卖了家中所有字帖，买下了整个雁鸣湖以及附近的一户宅子，改为宁府。雁鸣湖乃是精神阵的所知气眼，在此作战可以大大提升自身 buff。又请四六师兄做一批火符铁片的炸药，并请求七师姐在湖四周布置一套阵法，用以加强宁缺的念力掌控。几日后，主仆二人去雁鸣湖划船，并把师兄们赶着的炸弹投入湖中，顺便撒了一波狗粮。万事俱备，只待夏侯。然而夏侯还未至，却等来了一位意外之人。傍晚，宅前突然一声轰响，谁活不耐烦了？一位红衣佳人踏雪而来，正是倒吃叶红鱼，肤如凝脂，面如白玉。但宁缺没有心动，因为他不想找死，他甚至根本不想看见他。叶红鱼对宁缺说出了自己逃离裁决司的事，要在这里住些时日，因为只有长安是西陵无法进入的地方。而未等宁缺答应，他就直接对穿着侍女服饰的桑桑说道：“马上给我找间屋子，我要在这住下来。”少爷，热水烧好了。给我倒杯水。跟谁说话？她就是这里的女主，桑桑。听闻此言，他眼中闪过一丝失落和惘然。在桑桑的带领下去了住处，宁缺此刻满脑子都在想着明天怎么把这麻烦送走，却不知2楼的他迟迟未睡，拿出那方手帕看了很久很久。第二天一早，宁缺去找夫子商量对策，告知了道痴来到长安城的消息，但却根本无法让草庐内的3个人有丝毫吃惊的神情。夫子身为世间至强者，却整天只关心吃。宁缺请求夫子出面帮助对付西陵，否则他就退学。放肆！千年书院，无论前院后山，从未有弟子弃师。随便。夫子若是不管，你想怎样？我退学。随便。你若退学，我可以把于连那个魔中来的唐小唐提上来给他们当13师妹。我看他养的那头皮皮狼甚是机灵，可以当个13吃狗。宁缺被怼得无言以对，无奈只能作罢。今日，那位驻守大唐边疆数10年的镇军大将军夏侯回到了长安城，跟随他回来的只有数十名亲兵。此次回城不是受封请功，而是卸甲归田。这是大师兄与之达成的协议。在入了皇宫觐见陛下后，来到了亲王李佩炎的书房。这个当年参与将军府一案除他之外唯一的幸存者，李佩炎对他为何如此轻易地交出兵权归老退隐感到不解。夏侯轻轻一笑，不予理睬。此时的他只想着如何尽快铲除宁缺这个灵府余孽。但宁缺身后有书院，而我夏侯现在背后是整个的西陵。次日，夏侯派人给宁缺送来一封请柬，邀请他去府上一叙。叶红鱼从宁缺眼中看出了按耐不住的杀意，放心不下。不顾宁缺反对，决定明天陪他一同赴宴。宴上只有夏侯一人，作为西陵客卿的他，看见叛逃的叶红鱼也未多言。今日的夏侯明显变得苍老了几分，书院的介入迫使他提前归老。夫子的存在让他不敢主动出手，是以似真似隐的夏侯轻描淡写地讲述了当年那场腥风血雨。常否宁缺就是当年的一条漏网之鱼，犹如一只随时被碾死的蚂蚁，极尽嘲讽，为的就是逼其出手，再以防御之名击杀宁缺。你若不是夫子的门徒，根本就没有资格坐在这儿。你的这条命，是我一时答应送给你的，我就在你们面前。住手吧！住手啊！面对着夏侯强势的威压，想着二人之间那深刻化不开的怨仇，他的脸上甚至没有一丝表情。都不敢动手为自己的家人复仇，你连最基本的勇气都没有，根本不配做我的爹。见宁缺未动，夏侯继续说起归老一事。
他将带着财富与威名安稳地度过余生，而宁缺却要一辈子背负害死冥府上上下下，顶着冥王之死的罪名屈辱一生。宁缺被彻底激怒，手握破刀刚想发作之时，叶红玉按住了他的手，摘下了万件玉镯，竟以付饭钱为由向着夏侯射去。玉镯被念力击碎的同时，也打断了夏侯盛世凌人的威势。宁缺也压下了动手的冲动，带着叶红玉沉默离开。敷衍一口未吃的二人路过一包子铺，为了感谢叶红玉的帮助，宁缺便在街上请他吃包子，并以他手不干净为由递给他吃。叶红玉看着他递来的包子怔了怔，缓缓咬了一口。平常的包子，不平常的感觉，或许是因为身旁的他吧。想到此处，他羞怯地低垂着头，眼中闪过异样的光，微笑着对他瞥了一眼。这还是那个以冷酷无情著称的道痴吗？夜晚，借口抵消包子钱的道痴，将柳白那张消耗了巨大心神凝聚的大和剑椅借给了宁缺，希望他参悟其中剑意，触类旁通。第二日，宁缺在夫子的默许下，拿走了数月不外传的浩然剑诀，交给叶红鱼，想让他教会桑桑心灵神术，助他开悟。因为魏光明曾在羽化之前将一脉神息种下了桑桑的心田，而桑桑又是未来的光明大神官。叶红鱼没有拒绝，二人于夜明湖边开悟。叶红鱼惊叹于桑桑的悟性之高。你知不知道你家小侍女的修行天赋有多高？非常高，高到如果我是你，一定羞愧致死。我又不是被采花贼夺了贞操的姑娘，我干嘛那么容易羞愧致死？等这件事情结束以后，我一定会亲手杀掉你。这句话触到了他童年那一段不愿忆起的痛处，而宁缺则是一头雾水。当晚，宁缺拿出那张大和剑椅开始参悟，闭上眼，他看到了一柄锋利强大到了极点的剑，以及无穷无尽，仿佛大江大河似天上来的恐怖剑意。他感受到滔滔黄浊巨浪不停冲刷着自己的身体，击打着自己的识海。宁缺脸色苍白，呼吸急促。他知道以自己如今的修为境界，最多只能领悟到这等程度，再多看下去反而适得其反。之后宁缺和叶红鱼互相切磋了几次，宁缺连输了多场，但他却丝毫没有挫败感，而是一场珍惜与道痴实战的机会，并且从中不断学习。短短数日，境界突飞猛进，已然站在了洞玄境的巅峰。这日金銮殿内，自边塞归来的夏侯大将军当着文武百官向唐王请求归老，唐王当场恩准，并向他询问15年前林光远将军一案的始末。夏侯坚称林光远通敌叛国，却拿不出实据，在场众人都心照不宣，知道唐王是要给将军府翻案。大先生一言，逼得夏侯提前告老，现在又要让其对当年之事认罪。夏侯自诩戎马一生，自然咽不下这口气。我夏侯没错，为了一件往年的旧事，因为书院大先生的一句话，堂堂的镇北大将军就要卸甲归田，你们任何人没有资格审判我。你去问问我边境上的10万儿郎，他们答应不答应？你，还有你们，没有任何人可以审判我。夏侯一席话如平地惊雷，朝堂之上鸦雀无声。他扔掉腰间佩剑，以最强横的姿态头也不回地离开。唐王又惊又怒，一言不发退朝离去。纷飞的大雪笼罩着皇城，披甲的夏侯带着亲兵从正门走出，正是对面的董桥之上，缓缓行来一把大黑伞。宁缺他来了。朝廷和军方大人物们随后赶到，场间一片沉寂，众人神情警惕，隐藏不安，看着宁缺。亲王见状，质问宁缺来此所为何事？既然夏侯已经归老，为何还逼着此事不放？宁缺当即表示，夏侯不是他的敌人，夏侯是他的仇人，再不杀他，夏侯就真的老了。然而依照唐律，他无法杀死功勋卓著的归老将军，是以宁缺拔刀割掌，鲜血顷刻间染红了他的衣袖，而左手割掌表明这是一场必分生死的死局。夏侯神情冷漠地看着战书，回到故乡，他便不再是大将军，而是归老的农夫。他很不舍手握杀人刀的权利，不舍军营里的铁骑，而这一切的根源便是宁缺。这是最好的选择了，因为我杀了你，不用负任何责任。既然你这么着急着想死，那我就成全你。
说完这句话，他在自己的左手掌割开一大道血口，动作简洁有力，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浓稠的鲜血从虎口处一处落下。正当文武百官无声震惊地看着这一幕时，唐王寺皇宫内快步走出，由许氏将军宣读圣旨。亲王李佩言因当年一事被贬为庶民。宣为将军林光远，林光远夫人，校尉程新正，文书林汉，属官胡华。圣旨上那些名字被一个一个接着报出，回荡在风雪中。听到那一个个早已消失多年的名字，听着那一道道官复原职、加以追封的旨意，皇城前一片沉寂。陛下的旨意里没有提到重审当年旧案，然而堂堂亲王辈出，涉案的所有将士都被平反，这和翻案有什么区别？唐王曾经想过替宣威将军叛国案翻案，然而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只能选择用这样的方式，不是翻案亦是翻案，至少可以为当年冤死的人以及今天的宁缺一个交代。从听到林光远三字开始，宁缺必低下了头，专注地听着旨意上那一个又一个的名字，听得格外认真，但脸上的神情却很复杂，有些欣慰，有些失落，有些自嘲。终究还是有些名字被遗漏。宣为将军一家老小都在里面，不可能遗漏。遗漏了很多将军府里的名字，比如厨娘，比如园丁，比如丫鬟，还有我的父母。陛下最先追封的就是林将军。将军和将军夫人并不是我的父母。他的父亲不是林将军，不是校尉，甚至也不是文员，只是将军府的门房，而母亲更是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低贱婢女，而他自然就是将军府中最低贱的孩子。这不是书上写的故事，凭什么每个复仇故事的主角都必须是王子或少爷？凭什么门房之死就不能复仇？面对这个平静却掷地有声的问题，皇城前的人们只能沉默叹息。难道门房和婢女生的儿子就没资格复仇？陛下，我要和他决斗。朕准你和夏侯公平一战。屋外大雪纷飞，银装素裹，屋内热煲羊汤，美女作伴。在这良辰美景下，我们打上一架才是最应该做的事情。来吧。宁缺此前切磋连败多次，今日他有意教给宁缺一套专克魔诵的心灵剑法，两人斗的是旗鼓相当，他更是摘下他一只耳环却为归还，美其名曰吃饭的利息。无论如何，活着回来，因为你的命得让我叶红鱼来取。决战前夜，宁府来了位背负长剑、神情冷漠的男子，正是昊天道门天下行走叶青。15年前，他就地枯坐入地，如今终于等到了水滴石穿，心中的顽石化为了灰烬。一朝参透生死玄关，又听闻掌教所说冥王之死下落，便来到了此处，欲除掉宁缺。哥，我支持他。你让我太失望。你以为你能拦得住我吗？你以为你能拦得住我吗？叶先生。突然，大师兄凭空出现，按住了他的肩膀，并邀其明日一同观战。确认过眼神，是打不过的人。作为昊天道门的当代天下行走，他一直很想挑战书院大师兄。是以第二日一早，两人于一塔顶展开决斗，不论生死，只争输赢。叶青看着这个眉直眼酷的书生，直接祭出了本命道剑，此剑蕴含了他悟道的极致生杀剑意，向着书生击射而去。而李曼曼只是看了一眼，道剑竟悬停于身前1尺，眨眼之后，生杀剑意尽数反弹给了叶青。狂暴的剑意瞬间将其冻结，叶青脸上露出一道自嘲的苦笑。我输了，抱歉，我不太会打架。叶青，你也别太难过，其实书院前3你一个也打不过。
今日长安城暗流涌动，大师兄盯住了叶青，二师兄则是陪在了许氏身旁，久违露面的三师姐则是挡住了悬空寺的天下行走七面。汴名湖畔已被军部封锁，只为了保证二人公平一战。所谓的公平是心意，与实力无关，只要双方都愿意并且接受规则，那么便是公平。已被冰冻的湖面上，两人遥遥相对，血红色的将旗在风中猎猎作响。今日夏侯以枪为杆，10年来这面血旗从来没有倒下过，就如同血旗旁那个强大的男人。宁缺取下剑匣，13根符剑依次排开。今日门房的孩子要报仇，10几年的准备只为这一刻。混合着符意的原石3剑，一根接一根的射出。此剑与夏侯身上的明光铠都是书院后山46先生最杰出的作品。此刻最强的矛对上最硬的盾，真是自相矛盾，却是无可奈何。转眼12支箭已射出，或被躲过，或被挡住，甚至被握住。而世上能够握住原石3剑的人，恐怕也只有那么几个。然而符剑未击中，便不回头，在夏侯身中盘旋迂回，是以夏侯以形风至极的念力，将天地元气凝于体表，形成一道无形却坚固至极的盔甲，把它与周遭的天地以及符意风暴严密地隔绝开来。符剑在空中来回穿插，渐渐形成了一个体字，自天而降，笑彩切割。无奈他终究不是神符师，这道符也只是半道神符。夏侯挑起枪杆，一分为5，一拳击打在冰面，震散了林深的符剑。又见长枪，心之所念直出穹顶，击穿了井字符，符意溃散，长剑归位。此乃夏侯的本命物鸣枪，而这杆枪的枪意更是来自于只手观观主陈某。宁缺举起了最后一支箭，夏侯则是不以为然，突然剑尖向下瞄准，一箭射入了雁鸣湖中。符剑触发了七师姐布置的阵法，引爆了埋在湖底那数以千计的铁罐，霎时火光大作，气浪狂卷，一场以夏侯为中心的爆炸响彻了整个雁鸣湖。数团炽烈的火球笼罩了夏侯如山般的身躯。正所谓你有明枪，我有暗箭，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烈火中的夏侯眯着双眼，脸上只有冷漠的神情。熊熊燃烧的符火却对武道巅峰、肉身坚如磐石的夏侯毫无作用。符火骤然熄灭，只留点点星火在风中消散。你现在还有什么招数？后山的、颜色的，你全都用尽了。别忘了，我还没有出手呢。我还有一把刀。拖刀念之所至，自行出鞘落入宁缺手中，刀身之上浩然剑气浮现，凭着浩然剑诀配合叶红云传授了专克魔宗的星云剑法，宁缺短时间内竟跟夏侯打得有来有回。宁缺的刀法出神入化，身形鬼魅，上下翻飞，如鹰爪，如蛇形，如电闪。当年的小师叔是所有魔宗的梦魇，但宁缺毕竟不是柯浩然，渐渐适应的夏侯开始反击，抵住破刀，一脚踹飞宁缺。宁缺甩出破刀，瞬移身形，凌空跃起，向着夏侯劈砍，却被夏侯看穿行动踪迹，枪出如龙，一枪贯穿右肩，将他悬于半空。书院的剑，颜色的符，小师叔的浩然气，宁缺诸多手段进出，却都无济于事。夏侯拖着染血的枪尖向着宁缺走来，宁缺脸色苍白，看着即将平身的夏侯，于生死之际，突然顿悟了之前反复多次都无法参悟的大和剑意。艰难起身的宁缺伴着一声怒吼，湖面之上狂风大作，冰层尽碎，破刀上的大和剑意不如雪中一道狂舞，以刀作剑，向着夏侯斩去。浊浪滔天，声威惊人，惊起如大河般的千重浪，仿佛万匹骏马在其间咆哮。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艰难起身的宁缺伴着一声怒吼，湖面之上狂风大作，浊浪滔天，声威惊人，惊起如大河般的千重浪，仿佛万匹骏马在其间咆哮。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按着恐怖的冲击力，夏侯终于露出了凝重的神色，身体向后倒掠而去，东湖冰面迸裂，气浪狂卷。然而他终究不是六白，突有剑意，威能却不够。是以夏侯挡住剑意后，直接以力破法，甩出鸣枪，被宁缺挑飞，二人同时跃入空中。宁缺凭借着识海深处连生大师的精神烙印，压制住了夏侯。因为夏侯一身魔族功法，技术传承自连生，连生比谁都了解自己的这名弟子，是以宁缺破刀以一化五，先是直冲，然后横越，接着斜举，最后下斩。
于半空接上李白大招青莲剑歌，夏侯从高空堕下，重重地砸在了冰面上。夏侯凝于体表的天地元气已经溃散四离，再也无法护住他的身躯，坚若金石的肌肤也出现了数道细微的伤口，虽不致命，但看上去极为狼狈。今日宫中的皇后也没了往日里的温婉华贵，眼眸深处满是担忧与无奈。大战至此，夏侯第一次受伤。我姓夏名侯，今后将以我夏侯之名，开启万世之序，我将千古不灭。话音刚落，夏侯骤然出手，他的枪法如蛟龙出水，变化多端，亦刚猛至极。反观宁缺已是招数用尽，只能凭借连声的意志碎片被动迎击。抓住机会的夏侯抛出长枪，一脚踏在了宁缺身上，随着一声轰响，宁缺落入了冰冻的夜明湖中，意识渐渐消散。耳旁传来了桑桑微弱的呼唤声。在整个世界都不相信宁缺的时候，甚至在宁缺自己都快要失去信心的时候，那么只有桑桑一个人能够给他最后的信息。那黑伞的伞柄刺入了夏侯的后背，夏侯根本没有想到，一把黑伞怎么可能穿透自己的铠甲，回身一枪将他掀翻在地。如遭重击的桑桑喷出一口鲜血，只学过皮毛神术的他，又怎么可能是夏侯的对手？重伤无法起身的桑桑撕心裂肺地呼喊着少爷的名字。15年的相依为命，二人早已心意相通，桑桑就是他的命。感受着桑桑的呼唤，想着父母的冤仇，宁缺再度恢复了知觉，浩然气灌注全身，于湖中奋力跃起，将残余的力量凝于刀身，向着夏侯狠狠斩落。可终究是实力差距过大，仅几个回合便被夏侯挑翻在地，飙出一道血花染红了冰面。你练剑画符，甚至入了魔，但是你连本命物都没有，那就是一废物，你死定了。你想看看我的本命物吗？宁缺向着桑桑释放出一道凝结的念力，他在呼唤自己的本命。他的本命物不是刀，不是剑，更不是什么笔墨纸砚，他的本命物是个弱小微胚的小侍女。此时的桑桑透着股圣洁的味道，因为他本就是光明的传人。无穷无尽的昊天神辉源源不断输进宁缺的身体，令他握着的那把朴刀大放光明。那是望着夜明湖的方向，似乎在担忧着什么。看着扑面而至的昊天神辉，夏侯眼中满是恐惧，是以他抬枪上前，欲要打破二人的联系，却见宁缺高高跃起，使出了一套从天而降的刀法，大道至简，没有任何花俏招式，却也是他最强的一刀。刀锋一往无前，劈断了夏侯的本命长枪，劈开了他的明光铠。无数的昊天神辉从刀身侵入他的身体，无情灼烧着他的脏腑与识海。另一边，神辉用尽的桑桑从高空跌落，本就重伤的他，又以生命为代价，燃烧昊天神辉传于宁缺。此时鲜血不断地从口中溢出，周遭的雪地阴红一片。艰难起身已是穷途末路的夏侯掏出了一颗药丸，这是临行前西陵掌教所赠的铺天丸，本想留到破境时再用，没想到竟被宁缺逼到了此等地步。是以他捏碎掌中药丸，顿时一股磅礴的力量充斥全身，强行镇压住了所有伤势。干涸的念力瞬间被填满，直接瞬移到了宁缺身边，霸道宣泄着念力压制住了宁缺。随后将他单手提起，正欲结果之时，一股极强烈的反噬力向他袭来，体内脏腑全部破裂，带着黑色的浓稠鲜血从口中涌出。夏侯这才反应过来，他服下的不是药丸，而是药丸。原来西陵也想让我死，你们都想让我死。夏侯艰难起身，仰头望天，眼瞳里满是冷漠嘲弄之色。自古名将如美人，不许人间见白头。夏侯在一吸一呼之间多了满头白发，也悟透了自己这一生。这个魁梧的汉子，此时就如风中之烛，随时可能熄灭。我不管你是不是宁王之子，黑夜来临之际，只有你才能保全唐国，保护我那可怜的妹妹。西陵想借我的手让咱们同归于尽，他们才是你最大的敌人。别这么快就死了，别选我。不可一世，傲立大蛮数10年的夏侯大将军，在弥留之际回想余生，功名利禄，官至镇北大将军。为了保全宫中的妹妹，不惜杀死最心爱的女人，更是做了西陵的走狗，魔宗的叛徒，在光明与黑暗的夹缝中苟活，往事如烟，人生如梦。
他的身躯如雾般消散，回归昊天只剩下余风寥寥。真美大将军夏侯陨落，皇宫大殿内，感受到夏侯离世的皇后在无声的哭泣，温婉的脸上早已布满了泪水。大仇得报的宁缺却没有丝毫的喜悦，骚骚以生命燃烧了昊天神辉，新伤旧疾以致寒疾发作，昏死了过去。宁缺和骚骚可是世间最亲密的两人，他们自幼同吃同宿，不煮时抵足而眠，寒冬时共求取暖。15年前，昊天让他们相遇，然后开始同生共死，这便是命运。冥冥之中，仿佛早已注定了这一切。永夜将至，人间浩劫，光明不灭，昊天永存。江夜一到此完结。